在这个1块钱能买50个鸡蛋的年代，我却将价值1000块的工作送给了女友，而我则替她去了北大荒。没想到我刚刚下乡，女友转身就嫁给了高干子弟。得知消息的我备受打击，常常借酒消愁，直到有一次喝醉意外碰倒了煤油灯，闯下大祸。不好啦，这清点烧起来了，大家快拿水桶！就在这时，和我一同下乡的林婉清发现我没从火场出来，第一时间就冲了进去。春明，坚持住，我带你出去。危急关头，他拼尽全身力气将我抛到屋外，而他自己永远留在了火光肆虐的屋子里。当我清醒时，姐姐的闺蜜已经没有了呼吸，她的离开让我后悔不已。为了麻痹自己，我发愤图强，考上了警校，凭着敢打敢拼一路升职，最终成了京城市公安局局长。然而我却一辈子都没结过婚，直到生命的尽头，我才明白，原来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他。没想到老天竟给了我一次重活的机会，竟让我重生回到了1975年。这不是绿茶苏萌吗？村民，你答应过要把招工名额让给我的。男同志说话可要说到做到。招工名额，老子上一世将工作让给了你，结果你转身就给我戴绿帽子。我和你心连心，你却跟我玩脑筋，我呸！渣女！村民，你怎么不说话呀？啊，我就是觉得这油条挺好吃，你能不能再给我买几根？我没吃饱。你也知道我家里弟弟妹妹多，经常吃不饱饭。这次街道饭让我下乡插队，我要是走了，我那些弟弟妹妹该怎么办啊？前世陆春明就是看着可怜巴巴的苏萌心软了，再加上苏萌答应他，等他插队回来后就结婚，所以便将工作名额让给了他。谁料这一切都是苏萌的谎言。你别说，这油条真香，你能不能再去买几根？我爸妈还没吃早饭呢。陆春明，你一个男同志能不能痛快点？我跟你说前门楼子，你说跨府轴子，招工名额你到底给不给我？你看又急，给你也不是不行，但在我下乡插队之前，我想得到你。你大白天的说什么流氓话呢？难怪周边街坊都说陆春明是个街溜子，我才不会嫁给这种男人。既然你不愿意就算了，你不会是想用一根油条就把我的招工名额换走吧？天底下哪有这好的事情？苏萌不可思议地看着陆春明，他此刻感觉陆春明像是变了一个人。明明以前只要撒两句娇，陆春明保管乖乖就范的。春明，你就让给我吗？我求求你了还不行吗？春明哥哥，求你了。我还是那个要求，你同意的话，现在跟我去后山，不然免谈。显然这直接触及到苏萌的底线，她压根就没打算嫁给陆春明，真要给了他身子，那以后还怎么嫁人？陆春明，你可是答应我的，怎么能反悔呢？等你插队回来，对，等你回来我就给你。哎呦喂，在这拿我当翘嘴吊呢？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妈给你找了个领导家的儿子，可是人家嫌弃你没工作，等我把招工名额给了你，你回头就得嫁给别人。你是怎么知道的？春明，你是不是听到谁在嚼舌根子了？肯定是有人妒忌咱俩处对象，想要拆散咱们，你知道的，我对你可是一片真心。闭上你这张臭嘴，还拿我当棒槌呢！我告诉你苏萌，从今往后遇见我有多远给我爬多远，再让我看见你这张臭脸，我给你划烂。陆春明，你混蛋！啊，春明，我看你爸妈正在里院里发火呢，你还是赶紧出去吧，省得回头又打你。没事，艳红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人从小皮实挨揍挨惯了，没事让老两口松松筋骨，挺好的。你这皮猴子，一天天的就会瞎贫，也就剩个嘴皮子了。艳红姐，你这话说的没毛病，我这人就是嘴上功夫厉害，试过都说好。混小子没个正形，连我你都敢调戏。哼，小兔崽子，你还敢回来？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三，那苏萌就是骗你的，你还傻着脸往上赶，那可是二爷好不容易给你弄来的招工名额，你竟然给了别人。爸，我来帮你打他。见父亲这次是真的生气了，路遥抢先一步朝着弟弟身上打去。看我不打死你！你个傻弟弟，快喊疼啊！路遥根本没有真打，从小到大他早打出了经验，打的声音很响却根本不算疼。以往父亲真的发怒要做春明时，他都会抢先把春明打一顿，这样陆国庆气也就消了大半。姐，不疼，一点都不疼，我知道打在我身，痛在你心。肉麻死了，你真是没救了，还不赶紧向爸道歉！爸，你别生气，气大伤身。其实我说把名额送人是跟你们闹着玩呢。闹着玩？这事能是闹着玩的吗？你跟我说，是不是把招工名额给那个姑娘了？要是给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你今天最少矮10公分。行了行了，你上这么大火干啥？三儿，你如实跟妈说，到底有没有把招工名额给人家？没有妈，我怎么可能给他？不信你们看。陆春明从口袋里掏出了招工单，拿给大家看。还算你这次懂事，不然对得起你师傅吗？
陆国庆此时还在气头上，被陆瑶搀扶着进了屋。活该，挨骂了吧？让你天天不干正事。姐，你放心，我以后肯定好好干。切，就你这样保证的话，没有100遍也有80遍了，我听的耳朵都起茧了，懒得搭理你。没过一会，陆瑶便抱着几件棉衣走了出来。爸，你自行车，我骑走了。姐，你是不是去找婉清姐？我也去。上一世，亲二叔为了霸占女友那套价值2亿的四合院，不惜用计逼他下乡，女友为了救我，最终惨死在北大荒。这一世我带着记忆重生，绝不让这人面兽心的家伙再得逞。姐，你看我今天形象还可以吧？陆瑶很清楚陆春明有多混蛋，可以说一撅屁股，他都知道陆春明拉什么粑粑。陆春明，我告诉你，你在外面拍婆子，我懒得管你，但你要敢打我好朋友的主意，信不信我直接把你给咔嚓了？你看你又急眼，这么凶，将来谁敢娶你啊？正当两人拌嘴时，林婉清从四合院里走了出来。瑶瑶，你怎么来了？快进院里坐。这不是听说你下乡插队那边挺冷的，我给你带几件棉衣。谢谢你，瑶瑶。现在也只有你会想着我了。两个人有说有笑的往院里走，唯独留下摆好帅气姿势的陆春明，无人搭理。两位美女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咳什么咳？没皮革罗嗓子呢？不想在这待，一边玩去。现在看你一眼都烦。陆春明走了过去，一把将陆瑶推到一边，然后直勾勾地盯着林婉清。上一世怎么没发现林婉清长得这么好看呢？身材高挑，柳腰更是盈盈一握，皮肤就更不用说了，简直就像是刚剥了壳的鸡蛋白，细腻光滑，简直美翻了好吗？上辈子是瞎眼了吗？放着林婉清不追，追什么苏芒啊？婉清姐，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陆春明同志，听你姐说你要去铁道部工作了，恭喜你啊，以后可是男子汉了呢。说完，林婉清便想将手抽回去，然而陆春明却是紧紧抓着不放。谢谢婉清同志的鼓励，你的鼓励让我如沐春风，风和日丽，绿藻春趴，3生有幸，幸福一生，生龙活虎，3年抱俩，绝不辜负婉清姐的信任。一旁的陆瑶听得直翻白眼，直接把他的手打掉。陆春明，你出门是不是忘了吃药？赶紧滚一边去！该说不说，婉清姐的手真是又白又软啊，怎么二姐的手就硬得跟石头一样？真疼啊！春明弟弟还是跟以前一样，嘴巴甜得很。他甜个屁！一天天就会满嘴跑火车，你是不知道，他今天还要把招工名额。姐，当着婉清姐的面，给我留点面子。你在我这有个屁的面子，赶紧撒开，去门口趴着去。陆春明又不是狗，自然不会到门口趴着，反而是在院子里四处溜达了起来。前世陆春明就一直想买个四合院养老，可惜后来四合院的价格蹭蹭上涨，临了也没凑够买一个四合院厕所的钱。如果现在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弄套四合院住住。婉清，我好舍不得你，听说插队挺苦的，你哪里会干那些农活啊？我也舍不得你啊，可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我二叔说我留在城里没人敢用我，下乡当知青总能有口吃的。我虽然没干过农活，但是别人能干的我一样能干。林婉清虽然长得柔弱，却是个要强的人。当初家人被抓，多少儿女都急着和父母撇清断绝关系，只有林婉清坚持父亲无罪，也因此被不少人记恨上。二叔也每天给他做思想工作，劝他下乡。要不是平时陆瑶的接济，恐怕他早就撑不下去了。其实我走了也好，这样你也不用经常来看我了，要不然会对你产生影响的。有什么影响？我才不怕他们呢！有本事把我抓了去！这时陆春明正好参观完四合院，回到了陆瑶身边。婉清姐，你不能下乡当知青。我和你婉清姐说点悄悄话，你一个大男人在这瞎听啥？姐，我是认真的，婉清姐真不能下乡插队。可婉清在城里根本找不到工作，她会饿死的。下乡插队好歹还能挣工分赚口粮，总能有口饭吃。可是乡下现在也吃不饱饭，以婉清姐的身体根本吃不消，到时死了都没人管你。合着下乡也不是，不下乡也不是了，那你说怎么办？当然是不下乡了，在京城毕竟好一点。婉清姐家有背景，虽然大树倒了，但根须还在，有人想动她也不敢大动。可到了乡下就不一样了，树离了根，只有死路一条。林婉清也有些惊讶，不得不说，陆春明说的这些话有一定道理。当初林父被抓走后，家里只有他自己，早都六神无主。二叔他们怎么说，他就跟着怎么做，只能任人拿捏。那你说，婉清怎么才能留下来？简单啊，让婉清姐嫁给我，我养她，这样她就不用发愁吃饭的问题了。哼！哎呦姐，疼疼疼，你轻点。哼，疼死你活该！我说了不准打我朋友的主意，你还打是吧？就你这样的，见一个爱一个，还敢来祸害你婉清姐，你个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啊？到底是清姐，怎么难听怎么骂？姐，我真是认真的。你想想，婉清姐一旦下乡插队，她这房子一准被二叔一家霸占，我这也是为她好。只要嫁给了我，这房子也算有我的一份了。再加上我是铁道部乘警的身份，谁也不敢再动这个房子。好啊，陆春明。哎呦姐，
说都是谁教你的？现在心怎么这么黑？不但打我朋友的主意，还打上人家房子的主意了。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疼，你轻点。姐，我比窦娥还冤啊！我真的只是想帮婉清姐。就在姐弟俩吵闹时，院子外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婉清，下乡的衣服都准备好了吗？好像是我二叔来了，你俩快走。我二叔不愿意别人跟我走太近。陆瑶虽然不怕林婉清的二叔，但他不想让林婉清为难，当即拉着陆春明出了屋子。只是刚出门口便被几人给堵住了。林婉清，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跟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吗？对不起二叔，他们就是来看望我的朋友，他们马上走。赶紧给我滚蛋！下次再敢来，把你们腿打折！无良叔叔为了霸占侄女房子，竟然私自帮侄女报名下乡插队。赶紧给我滚蛋！下次再敢来，把你们腿打折！哎，我这小暴脾气真是叔能忍，婶婶可忍不了。春明，别冲动，那是婉清的二叔。姐，就他也配当婉清姐的二叔？今天我必须帮婉清姐讨回一个公道。我倒要问问这个所谓的二叔，凭什么送婉清姐下乡？就凭我是长辈，他是晚辈，我替他签字报名下乡，天经地义。简直荒谬！婉清姐的爸爸又不是没了，哪里用得着你这个做叔叔的来做决定？知道的你是长辈，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惦记他家房子呢。哼，你个小兔崽子懂什么？我这是为他好，这是响应国家号召，是光荣。我呸！既然光荣，那你怎么不让自己闺女去？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今天有我在，谁也别想让婉清姐下乡。以后再让我看到你骚扰她，别怪我抽你丫的。有，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可是林婉清的二叔。来，我把脸放这让你抽，你敢吗？打我呗！大家都听到了，是他叫我打我才打的。像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你干嘛？哎呦！你敢打我？你摊上事了，知道吗？你摊上大事了。小刘，你看到了，这个小王八蛋敢当着你们保卫科的面打人，简直无法无天！你快把他抓起来！同志，你涉嫌殴打他人，请你跟我走一趟。小刘说话的同时拍了拍腰间的枪套，意思很明显，不要做无谓的抵抗。然而陆春明从口袋中掏出招工单，拿到了小刘面前。看清了，我可是铁路局的乘警，婉清姐的二叔知法犯法，利用自己亲属身份替别人报名下乡，属于违法行为。被我发现了，我就有资格打他，没把他扭到我们铁路公安局，都算便宜他了。一听是铁道部的，小刘真的认真看了一眼，随即发出疑问：你这只是个招工通知单，没有报道，不算正式乘警。就算不是乘警，那咋了？普通公民也有义务和责任为人民服务，不像你身为保卫科人员去助纣为虐。你信不信我连你一块扭送到铁路公安局去？一听要被扭到铁路公安局，男人顿时有些打怵。铁道部的人都护犊子，虽说他还没正式报道，但说到底也算是铁道部的人。我一个国营工厂的保卫科人员，完全没必要趟这趟浑水啊。那个，我妈叫我回家吃饭了，我就先走了。还有你也别委屈，你满4、9成出去打听打听，就说打你的人是徐二爷的徒弟陆三，你看有没有人敢来找我麻烦？林庆宝见保卫科的小刘都跑了，他知道今天讨不到好处了，随即被搀扶着一瘸一拐的离开了。陆三，总有你不在的时候吧？这房子我要定了。陆春明看到林婉清二叔的眼神就知道，他不会轻易放弃这座4合院。婉清姐，你想嫁人吗？你知道我家现在的情况，都怕跟我沾到再受影响。就算我想嫁人，估计现在也没人敢娶我。婉清姐，我不怕受影响，我敢娶你。姐，我想娶婉清姐，我会对她好的。你又说什么胡话？你忘了我跟你说的话了吗？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陆瑶同志，我警告你啊，现在你踹的可是一名公安同志的屁股，公安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你踹的是广大人民的脸。我让你评，赶紧回家，一天天烦死个人。姐，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如果婉清姐的二叔真的是好心，我相信平时有咱家跟二叔家的接济，就算婉清姐找不到工作，在城里也比下乡强得多吧？你以为婉清姐的二叔这么殷勤的安排她下乡当知青是为了什么？那是因为婉清姐下乡以后，这座空着的4合院不就是她二叔的了吗？平常在陆瑶心里，弟弟就是一个花心大萝卜，根本不着调。但弟弟今天掏心掏肺一样的话，让他心里直犯嘀咕。而且如果真的像陆春明说的那样，那婉清二叔的行为不是赤绝户吗？切！瞅着一天天你那德行，人见人烦，狗见狗嫌的。你要不是我弟弟，婉清估计都懒得搭理你。陆春明刚才说的话，林婉清也都听到了。就像陆春明说的，二叔每次上门都是劝他下乡插队，连火车票都帮他买，可就是从来没有接济过一点东西。婉清姐，你已经被你二叔报名下乡，现在只有嫁人才有理由不下乡插队。如果你真的不想跟我在一起，咱结婚后也不用同房，只是名义上的夫妻。等风头过了以后，咱们随时可以解除婚姻。林婉清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结婚，完全就是假结婚，也只有一肚子鬼点子的陆春明能想到了。但在这个一张挣一辈子的年代，他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而陆瑶见林婉清有些异动，便有心替弟弟说起好话。婉清，
其实吧，我这个弟弟平时是混账了一些，但心地还是很好的，而且他还有不少优点。是，优点是不多，但他有很多长处啊。算了，他就是挺混账的。春明的话你也听到了，不过这次他的确也是为了帮你，但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你。婉清姐，你相信我，我会照顾好你的。林婉清打量着眼前的男人，当初跟在身后的小屁孩，转眼就长成了大小伙子，脸上也没了以往的散漫，反倒多了一种成熟的男性自信，让他突然有种心安的感觉。或许嫁给他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那让我考虑一下。第二天一早，陆春明便准备去。所以陆春明记得很清楚。正当陆春明回忆盗窃犯详细信息时，却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春明，春明，出事了！你婉清姐不见了。”亲二叔为了霸占侄女4
则回去上班。下了班回到家，见母亲陈香兰正在厨房忙碌，陆春明一把捂住了母亲的眼睛。猜猜我是谁？别捂了，知道是你这个臭小子。陈香兰扯开陆春明的双手，当即愣在原地。这还是我家三吗？不是，你认错了。其实我是陆国庆同志的私生子。混小子，你也就是防我，就你爸那大脸盘子，和别人可生不出这么俊俏的儿子。对了，工资多少？没多少，基础工资28，加上各种补贴33块钱左右。老天爷啊，这还没多少。妈，在棉纺厂干了一辈子，1个月才36块钱。有时间你可得好好感谢一下你师傅。陆春明拍了拍口袋，陈香兰立马会意，从兜里拿出5块钱，叫陆春明给徐二爷整点好烟好酒。来，顺便把衣服脱了。脱衣服干嘛？衣服让妈稀罕稀罕，还不成吗？说着，陈香兰拿着外套便出了门。他离神，这是去买菜啊？是啊，香兰，你家吃饭了吗？啥？你问我这是谁的衣服啊？是我家春明的，这不今天去铁路局工作了吗？切，不就是个正式工作吗？有什么好显摆的？李婶见陈香兰一脸的得意，撇撇嘴赶紧走了。没想到李婶前脚刚走，后脚又有人来，陈香兰立马招手。哎呦，这不马大姐吗？这是去哪了？香兰啊，这不去市场转了一圈吗？大冷天的，你拿这个衣服站那干啥呢？对，是我家春明的衣服，现在当铁路乘警了，1个月工资你知道多少吗？那可是33块钱。那啥，香兰你忙着吧，我得回家做饭了。1个月33块钱啊，这是见习期，转正后还要分房子呢，带集中供暖的那种。我这臭嘴，搭他这茬干啥？而陆春明则来到陆瑶房间，打听林婉清的情况。哟，这是谁家的乘警弟弟回来了？那还能是谁家的？除了陆瑶的好弟弟，谁家姐姐有这个资格？切，一边去，夸你2句就嘚瑟。陆春明收起嬉皮笑脸，毕竟他还有正事要问。姐，婉清姐那边同意了吗？算是同意了吧。我就说嘛，有老姐出马，肯定没问题。你放心，老姐，等我发了工资，我给你买自行车，买手表。去，成天就会给你姐画大饼，等你买来了，我头发都白了。那不能，男子汉大丈夫，一口唾沫一个钉。不过姐，算是同意是什么意思啊？这你都不懂，当然是因为现在林叔叔不在，咱们中间得有个媒人吧，不能让人直接嫁过来吧？这事好办，我一会就去找我师傅。我师傅跟婉清姐的爷爷是老相识，也算是长辈，当媒人没问题。你先别急，咱爸妈这边还没说呢，等吃饭时我先探探口风。心情大好的陈香兰为了庆祝儿子工作，特意做了一桌子菜。然而下班回家的陆国庆却一脸震惊：这是干啥？不过了吗？这一顿吃完，咱们月底不得喝西北风啊！我今天心情好，你别惹我啊！不爱吃你可以不吃，天天伺候小的还得伺候你老的。回到家一句好话没有，还给我摆脸色。不是，我也没说啥，关键这不年不节的，不能这么造啊！你家儿子今天工作了，给他庆祝一下不行啊？你不知道今天我有多长脸？我拿着春明的衣服到胡同里转了一圈，李婶他们连屁都不敢放。你至于吗？都是街坊邻居的，以后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说了。陆国庆，你别惹我。以前我儿子没工作时候，你听听他们不是怎么埋汰我儿子的。我儿子凭什么被他们说？见媳妇生气了，陆国庆也不敢再吭气了。咋了，老爸老妈？在门外老远就听你们吵起来了。陆春明记得很清楚，父母2人性子都比较强势，吵了一辈子，但吵归吵，感情还是有的。记得前世老妈去世的那天，老爸谁也不让靠近，就自己抓着老妈的手守一夜。天亮时，老爸也跟着走了。还不是你爸，吃饭，烦死了。妈，我爸又惹你了，那我跟你说个好消息，让你高兴一下。现在没啥好消息能让我高兴，再往后我就盼着你找个好婆家，四儿能娶个媳妇，咱这一家子就算圆满喽。那正好，我说的就是春明娶媳妇的事。妈，你想要个什么样的儿媳妇？咱家三儿性子急，肯定不能再找个强势的了，不然就像我跟你爸，谁都不让谁，一天天净剩吵架了。没想到老妈，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上一边去，说你的事呢。就你这种性子，就得找那种温婉体贴一点的。妈，你觉得婉清怎么样？婉清，这是个好姑。婉清已经同意了啊。
同意啥了？给你家三儿当老婆啊？你不是为了哄我开心，故意拿话哄我呢吧？林婉清是陈香兰看着长大的，从小就知书达理、善良孝顺。陈香兰做梦都想着林婉清能做她儿媳妇。妈，纯明说这话，你可以不信，我说话你还不信啊？陆春明，是不是你又招惹你婉清姐了？你林叔叔的女儿，你也敢招惹，反了你了。爸，我没有。爸，你别激动，不是你想的那样。婉清家现在挺困难的，嫁到咱家，生活上不也是能好点？困难我当然知道，这不是让你拿钱接济一下吗？实在不行，也可以来咱家吃住，我把她当女儿养。爸，婉清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平白无故的来咱家，她会觉得对咱家有影响。而且现在街道办非要让她下乡插队，现在只有嫁给春明才能护住婉清。那倒也是，我祖上3代贫农，跟郑苗红尿的尿都比。你给我滚！我没你这个徒弟！你给我滚！我没你这个徒弟！师傅，你发这么大火干啥？哪个老太太又惹你了？徐二爷站在门口瞪着眼，别看老头今年70岁了，身体非常的硬朗。还谁惹我？除了你这个小王八蛋，还能有谁？我问你，我怎么听说你把招工名额送人了？怎么可能？我劝你以后少听人瞎嚼舌根子，会影响咱师徒俩的感情的。陆春明赶忙将身上的工作证掏出来，还没等徐二爷看清，就又被陆春明收了起来。你一个文盲，又看不懂，还是看看你的好徒儿给你带的烟酒吧。哼，还算你有点良心。铁道部多好的单位，我是舍了多大的面子才帮你搞到的。哎呦，以后给我好好干。他铁道部再牛，也没有您徐二爷牛啊！全4、9成的老炮儿见了您，哪个不得给您徐二爷一个面子？你呀，就剩这张嘴了。说吧，今天过来有啥事？没啥事啊，就是来看看您老人家。你可算求吧，哪次不是在外面惹了祸，才知道往我这儿跑？嘿嘿，还是师傅了解我。不过这次是喜事，我想让师傅帮我提一门亲事。你撩了那么多姑娘，我就这一张嘴，你说说，先让我去哪家提？乔师傅说的，我哪有那么花心？这次就一个人，你认识林婉清？哟呵，你臭小子可以啊！林老狗的孙女你也给搞到手了。林老狗是林婉清爷爷的外号，因为2人关系不错，互相喊老狗叫着玩。师傅一大把年纪了，文明点，我们是真心相爱。你这小子，林老狗要是知道你娶了他宝贝孙女，一准从棺材里爬出来揍你。那我也不怕他，有师傅在呢。他爷爷打狗也得看主人。打住！你小子少给我戴高帽。正所谓成家立业，先成家才能立业嘛。你这混小子是该找个人管管了。也罢，明天上午我就帮你跑一趟。第2天上午，师徒俩分头行动。徐二爷去找林婉清去说亲，陆春明则是去了队里找周队长请假，顺便开张介绍信。啥？又请假？昨天吴站长就向我反映，说你工作期间擅离岗位。昨天特殊情况，那不是拉肚子吗？我总不能拉裤裆里吧？拉肚子拉了2个多小时，你是在厕所睡着了吗？那倒没有，主要在想那会儿盗窃犯的事呢，一不小心忘了时间。行，你可别扯了，以后工作期间不能擅离职守。你也知道，局长因为这伙偷盗贼发了多大的火，咱们城警队人员本来就紧张，就差没把保洁弄上车执行去了。你还要请假？你说请假到底要干啥？结婚。周卫华虽然很生气，但牵扯到队里同志结婚，倒很痛快的批了假，又给开了介绍信。嫁给你批了，不过等你结完婚，我会安排人带你跟车执勤。谢谢队长，等明天我会跟车执勤，然后抓住那伙盗贼，为周队长排忧解难，为革命群众铲除危害。滚，满嘴顺口溜，咋？你是要考研啊？嘿嘿，等明天我给咱们队带喜糖。从铁路局出来，陆春明就骑着陆国庆那辆8手自行车前往林婉清家。虽然林婉清答应了嫁给陆春明，但还是有些害羞的不敢看他。走吧，为了办这事，我把我爸自行车都骑来了。上车搂紧我啊，我骑车很猛的。切！自行车行驶在4、9成的大街上，铃声穿过巷子，到了街道办，全程林婉清都是猛的，只是木讷的跟着陆春明，直到最后拿到结婚证。真的就这样嫁出去了，还是嫁给了好闺蜜的弟弟？婉清姐，别愣着了，上车，咱们回家吃饭。哦，
好。昨天陆国庆还和陈香兰因为吃饭的事差点吵起来，今天陆国庆不但积极的备菜，还亲自下厨。林婉清本想上前帮忙，却被陈香兰给赶了出来。我们干就行了，你去屋里跟瑶瑶聊天去吧。很快饭菜上桌，陈香兰原本想跟林婉清谈谈关于婚礼的事，没想到却被林婉清拒绝了。兰姨，我家现在的状况办婚礼恐怕会影响陆家，要不等以后有机会再补办吧。怎么还叫兰姨？林婉清顿时明白陈兰香的意思，微微有些害羞的叫了一声妈。哎，好闺女。陈香兰立马将准备好的20块钱改口费塞到林婉清手里。吃过晚饭，陆春明以帮林婉清收拾东西当借口，骑车便带着林婉清回了四合院。春明，我到家了，谢谢你，你先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婉清姐，我今天不回去了，就在这睡。你怎么不回去？孤男寡女待在一个房间里，这气氛不由得让林婉清心慌起来。你说呢，婉清姐？长夜漫漫，结婚第一天，夫妻之间应该做什么？春明，你怎么说话不算话？你不是说过不对我耍流氓吗？不能吗？咱俩现在可是领过证的合法夫妻，我对你做什么都不属于耍流氓了。陆春明，你混蛋，说话不算话。眼看着林婉清的眼泪就要掉下来，陆春明也知道自己玩的有些过火。好了，逗你玩呢，我去厢房住，你好好睡觉吧。我估计这几天你二叔还会来。林婉清看着空荡荡的房间，一时间还有些不相信陆春明竟然真的就这么走了。第二天一早，四合院的大门就被人拍响了。开门，快开门！你们竟然敢乱搞男女关系！林婉清，你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你有本事偷男人，怎么没本事开门呢？开门呐！你有本事偷男人，你有本事开门呐！开门，开门，快开门！林婉清，快开门！别躲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林婉清被外面的声音吵醒，刚睁眼就看见穿着大裤头的陆春明闯了进来。婉清姐，快起床，你二叔来了。同志，我们是承认了，但我们是合法的。陆春明从身上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证件，递给了2位公安。结婚证，你们俩结婚了？啥？结婚了？这不可能！为啥你们结婚我不知道？我们关系很好吗？为什么要通知你？同志，你们既然有结婚证，为啥不一开始就拿出来？林庆宝一直咄咄逼人，根本没给我拿出来的机会啊！重生不打脸，岂不是如锦衣夜行？公安同志，我和林婉清是合法夫妻，林庆宝可是实实在在趴我家墙头，看了我们夫妻俩一夜，我举报林庆宝意图耍流氓。同志，我刚才就是胡说的，我根本没趴墙头。同志，你看林庆宝不光意图耍流氓，他还诬告。公安同志，诬告他人，意图使人受到伤害，属于什么罪行？林庆宝，人家是合法夫妻，你刚才也承认趴人家墙头了，现在又说没有，诬告他人可是罪加一等。婉清，我是你二叔，你快跟公安同志求情。二叔嘛，真好笑。刚刚你跟公安同志说我乱搞男女关系的时候，你有没有记得你是我二叔？我爸被抓走，我吃不上饭的时候，你有没有记得你是我二叔？
我不想下乡。你拽着我强行把我送去火车站的时候，你有没有记得你是我二叔？公安同志林庆宝半夜趴我家墙头，我怀疑是想对我意图不轨，请公安同志带回去好好审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要放过一个坏人。林庆宝同志，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回所里接受调查。婉清姐，没想到你平常柔柔弱弱的，但刚才对你二叔的话简直太帅了。这么大人了，怎么还跟小孩子长不大似的呢？说谁长不大呢？要不现在试试？陆春明那近在咫尺的脸和喷在脸的热血，让林婉清不敢直视陆春明的眼睛。昨晚你不要，现在没机会了。等了许久，林婉清没有等到回应，等再睁开眼，发现陆春明早已经离开了房间。婉清姐，我上班去了。哼！陆春明与刘建安今天一上班就被周卫华交给了警长孟丽。周队长，他们还在见习期，一个刚上岗1个月就不说了，还有一个才上2天班，还请假了1天的选手，他们连站台都没站明白呢，还想跟着上车执勤。孟丽是从军队转业过来的，脾气非常火爆，就算这2人是队长周卫华安排的，也是没给一点面子。正因为他们没有经验，我这才安排经验丰富的你带着他们。可是队长，你可是但是了，任我交给你了啊！你是咱们西直门车站经验最丰富的警长，我相信你可以的。唉，既然周队长把你们交给了我，我希望你不要好高骛远，革命不分先后，工作不分贵贱。你们2个连跟车的经验都没有，先在站台执好勤就是尽力了。孟警长，正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周队长才安排我们跟你多学学经验，更何况我们也想着尽一份力，早日抓住那伙盗窃犯。孟警长，我有一计，一定能抓住这伙小偷。就你还有一计？我们这么多有经验的老乘警，天天轮流执勤，就差在火车上住下当家了，这都没有抓住小偷，可见这伙惯犯有多狡猾。像你这种不知道脚踏实地，只想一步登天，就算给你个警长，你能干明白吗？试试也不是不行。死鸭子嘴硬。行，今天我就安排你们2个上车执勤，我倒要看看你们2个新兵蛋子能不能抓到小偷。陆春明重生后第一次上车执勤，凭借上一世的记忆，以为能轻松拿捏盗窃团伙，不曾想接连转了好几个车厢，都没有发现前世被抓的那个女贼头。难不成今天那伙小偷歇业了？看来还是得用那一招了。建安，你有钱吗？你要干啥？我这不是想用钱当钓饵吗？把小偷给引出来。那你咋不用自己的钱？那伙小偷偷盗技术那么高，万一没钓到，我的钱也被偷了呢。建安同志，这我得批评你2句，人不能把钱财看得太重要，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是金钱如粪土，你以为我不想用自己的钱？我这是把表现的机会让给你呢。你要是连这点牺牲精神都没有，那你这辈子成不了什么气候。罢了，我还是用自己的吧。别，春明是我误会你了，谢谢你把立功的机会让给我，你对我真好。这是我上个月剩的工资，都在这了。嗨，客气，谁让咱是革命同志呢？陆春明跟刘建安换了一身便装，又给刘建安弄了个皮包，将钱装在了里面，还在里面塞了些报纸，显得鼓鼓囊囊的。而陆春明则躲在一旁悄悄观察着车厢里的一举一动。这时有一个中年男人经过刘建安身边时，看着他怀里鼓鼓囊囊的皮包，那人明显多看了一眼，但是却没有立刻下手，直到一个卖货员经过，伸脚绊了一下卖货员，让他撞了刘建安一下。对不起，同志，不小心碰到你了。当卖货员离开后，刘建安惊恐地发现自己的皮包前面赫然有一道割开的口子，里面的钱已经没了。春明，我钱不见了。建安，别喊，我发现小偷了。你都看到了，为啥不当场把他抓住？别急啊，小偷又不是一个人，肯定还有同伙。咱好不容易钓鱼，必须得给他连锅端了。你去其他车厢喊几个乘警过来，我来跟着他。春明，那你跟住了，我的钱要是找不回来，下个月我跟你吃了。陆春明装作若无其事地跟在小偷的身后，见到他跟另外2个人点了点头，便坐在了一边盯着几人。很快，刘建安便带着一个乘警赶过来。陆春明，听说你有发现？没错，刚刚那边那个戴军绿色帽子的偷了建安的钱，我跟着他来的这节车厢，旁边那2个也是跟他一伙的。春明，那还等什么？上去给他们一锅端了。陆春明此时因为没有发现前世被抓到的那个女贼头，有些犹豫。春明抓吧，好不容易有次立功的机会，不抓他们就要下火车跑了。就在这时，一个浑身脏兮兮的乞丐从别的车厢走过来。原本准备下车的小偷，在经过乞丐的身边时，把手在乞丐身上掏了一下。这特么畜生啊，连乞丐的钱也要偷！咱们上，就是前面那3个人，咱们1人1个。在陆春明抓捕那3个盗窃犯，经过那个乞丐时，拍了一下乞丐的胸口。大爷，你钱被偷了，不过你放心，我肯定给你找回来。这大爷的胸大肌为何如此浮夸？那乞丐没有吱声，只是低着头，继续向其他人乞讨。陆春明，你还愣着干啥？抓人啊！3人身为乘警，身手自然不必说，一人一个便将小偷给制服下来，随后将几人押到了餐车。孟警长，他们3个就是盗窃犯，把我钱给偷了。偷的啥钱？乘警同志，我不知道你在说啥。是啊，乘警同志，你咋能说我们偷钱啊？我们是大大的良民，你不能冤枉人啊！你亲眼看到他们偷钱了吗？我没看见，但是春明看见了，我相信春明。你相信有个屁用！咱们办案讲的是证据。
陆川明，不要以为你胡乱抓几个人就能给人定罪。怪不得你们抓不到小偷，抓到嫌疑人直接搜出证据不就好了？陆春明走上前，对着几人开始搜身，结果越搜越尴尬，被抓的3个人身上毛都没有一根。坏了，怪自己太贪心了，想着把他们一锅端，结果让他们把东西转移了。陆春明脑筋急动，回忆着刚刚发生的一切，想找到几人在什么时间转移的东西。不对，是刚刚那个乞丐，他不是乞丐。建安，快跟我去抓人，要不然贼头就跑了。那3个盗窃犯我一直盯着，从没离开过视线。唯一与他们有过接触的只有那名乞丐，一个乞丐连饭都吃不饱，哪来的凶大吉？我怎么才想到？陆春明与刘建安一起跑过几节车厢，终于在排队下车的人中发现了那个乞丐。此时陆春明仔细观察那个乞丐，虽然脸上有些许脏乱，但整体还是能看出是个美人坯子。建安，抓住那个乞丐，他是小偷。刘建安二话没说，一个飞扑直接将乞丐压倒在地。看到乞丐被抓，陆春明还是有些不放心，来到乞丐面前，近距离观察他的脸，这才确定这个乞丐就是上一世报纸上报道过的那个女贼头。你们抓我干什么？是火车上不让要饭吗？我以后不要了还不行吗？抓你干什么？你不知道吗？你的同伙都被一锅端了，就差你了。打人了，程警打人了。随着陆春明的抖动，乞丐藏在身上的东西全都掉了出来。春明真是小偷，你看，这是我的钱，是我的钱。好险，差点让他跑了。你是怎么知道我是小偷的？明明我没露出任何破绽。想知道？求我。哼，行，我记住你了。陆春明与刘建安将女乞丐押着回了餐车，将作案工具与乘客丢失财物掏了出来。孟警长，这次人赃并获，可以了吧？孟丽是退伍兵，脾气火爆，妒恶如仇。虽然刚开始看不起他们2个新兵蛋子，但真见到2人将盗窃团伙抓捕，也真心为他高兴。好小子，我们这么多有经验的乘警都没破获的盗窃团伙，竟然真让你给破了。等回队里，我为你请功。西直门火车站，队长周卫华得到消息，早就在站台等待众人。孟警长，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乘警，抓住了肆虐在咱们西直门线上的盗窃团伙。周队长，人不是我抓的，是陆春明跟刘建安同志抓到的。这次我们是沾了陆春明的光。哟呵，你小子可以啊，没丢了徐二爷的脸。说说吧，那么多经验丰富的老乘警都没抓住的人，你跟刘建安是怎么做到的？陆春明当即就将跟刘建安钓鱼执法的事情跟周卫华讲了一遍。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你知不知道，你的这种方式是不合规的，属于诱导。我知道，但以后我还是会这么做。敌人在暗，我们在明，而且这伙小偷的技术非常高，为了捍卫乘客的财产安全，所以我们必须主动出击。周队长，我觉得陆春明的方法虽然不妥，但是确实有效。周队长，我要告这个陆春明，他在火车上摸我胸，我要告他流氓罪。陆春明是真的吗？是真的，但那是抓捕时不小心碰到的。先把他们看管起来。陆春明跟我来一趟。周卫华带着陆春明来到办公室，给唐副局长打了一个电话。唐局长，我只有件事情想向你汇报。经核实，这段时间活跃在金包线上的盗窃团伙已经被我们西直门乘警队的见习乘警陆春明同志与刘建安同志抓获了。没想到咱们铁路线这么多经验丰富的乘警，没抓到的人竟然被2个见习乘警抓到了。这2个小同志还蛮厉害的。是蛮厉害的，只是他们的方法有些不妥，竟然钓鱼执法，装成各骗小偷动手。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是陆春明在抓捕时不小心碰到别人胸了，人家反过来要告他流氓罪。我是拿这个陆春明一点办法没有了，还请你这边定夺一下。我知道了，这没啥大不了的，只要能抓到人，别说摸他胸了，就是掏他裆都没问题。你让那个陆春明接下电话，我跟他沟通一下。唐局长你好，我是西直门火车站见习乘警陆春明。小同事不错，刚参加工作就破获了一起盗窃团伙案。作为一名铁路乘警，为人民服务，为革命群众减少损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哪怕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和罪犯势不两立。哟呵，小同志年龄不大，还有这么高的觉悟。觉悟不敢当，我只坚信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我愿以无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好，说得好啊，小同志，这次你立了大功，我暂时给你记下了。不，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一点小功劳，不图唐局长挂在心上，以防积劳成疾，还请唐局长千万不要放在心上，一定不要放在心上。行了，周卫华连忙将电话从陆春明手里抢了过来，他害怕陆春明再说些混账话。唐局长，打扰您了，没别的事了，这么晚了，您赶紧休息吧。行了，你赶紧回家睡觉吧。周队长，这都后半夜了，我家里人早睡了，要不我在你这挤挤吧？在我这挤不行，我这是单人床，哪能睡开2人？侧着睡差不多可以的。侧着睡，2个大男人开什么玩笑？赶紧滚蛋！那你给我开个招待所，我立这么大的功，住回招待所不过分吧？啥？住招待所？我还想住招待所呢！去，赶紧回家！
这么晚了，谁呀？婉清姐，是我。春明，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加了会班，快让我进去，再冻会儿要成冰棍了。你快进来吧，我给你打点洗脚水，暖和一下。吃饭了吗？没吃，我给你弄点吃的去。不用忙活，洗完脚就睡了。婉清姐，一天没见，想我没？你胡说什么呢？你没别的事，我就回去睡了。别急啊，婉清姐，你晚上吃的啥？高粱面窝窝头。中午呢？高粱面窝窝头。那不用说了，早上也是高粱面窝窝头了。给了你钱，为什么不买点标准粉吃？我现在不能挣钱，吃窝窝头就够了。你嫁给我了，还天天吃窝窝头，外人知道了还以为我虐待你。没有，我今天去街道办问工作了，要是能找到，就不用花你钱了。没找到？以后别去街道办了，工作的事我来想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不相信你男人。林婉清抿唇不说话，屋里的气氛顿时尴尬起来。怎么还不睡？等着给我暖被窝吗？我才不要。第二天一早，陆春明去国营饭店吃了早餐，顺便给林婉清打包了4个肉包子、2个花卷、2根油条、2个糖油饼、1碗炒肝，一顿饭花了7毛3，外加1斤粮票。傻媳妇不舍得花钱，多买一点，一顿吃不完，下顿热热还能吃。回到院子，陆春明发现林婉清还没醒，便将早餐盖在了锅里，又放了10块钱在旁边，随后便上班去了。陆春明刚到车站，便被周卫华叫人给叫了过去。诸位都是我西直门火车站的精英，今天有一项重要任务，需要配合进展的同志，请雷队长为大家讲话。我叫雷战哥，是这次行动的指挥。据可靠消息，有一名渗透我们内部的小日子迪特，将于今日乘坐 Z9527 号车运送机密文件回国。我们的任务就是抓住这名迪特，截获这份文件。众人一听到迪特，神情立马亢奋起来，这可是功劳，整不好能族谱单开一页的功劳。只是我们对于这名迪特的姓名、年龄、性别、外貌都不知情，想要抓住这名迪特的难度会很大。但你们都是千挑万选出的最好乘警，我相信大家的能力，只要能抓住迪特，荣誉都是大家的。火车马上就进站，大家先装作不知情，正常协助乘客上车。上车后一切听从雷队长的安排。很快火车进站，众人按照日常流程协助完乘客上车。车辆行驶一段时间，雷战哥便要求大家到餐车开会。陆春明知道这是要对迪特动手了。刚刚大家在各自的车厢有没有发现可疑目标？不瞒雷警长你说，我就差眼睛长到乘客身上了，看谁都像迪特，但看谁又都不像。确实，迪特又不会把迪特2个字写在脸上。既然他是一名迪特，潜伏能力肯定毋庸置疑的。我们想要抓住他，难度确实很大，但大家也不要灰心，只要上了火车，他就是瓮中之鳖，想跑也跑不了。就看我们怎么从一堆鱼里面找出这只王八了。不知道诸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雷警长，我认为还是要对各节车厢详细搜查，一个人一件行李都不放过。现在可是在火车上，就这么多人，只要对每个人进行搜查，以迪特身上带着机密文件的情况下，绝对能搜出来。办法确实是好办法，但我们不是土匪，没有合适的理由贸然对乘客搜身搜行李，只怕要引起老百姓的不满啊！到时候难免有人不配合，很容易引起骚乱。雷警长，我觉得理由可以以有人丢东西为借口，然后再去挨个人搜查，影响不但能降低点，也能防止惊扰了迪特。这倒是找了一个能搜身的正当理由，但也不算太正当，准确点说有点不道德。雷警长，你想着老百姓，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我认为现在国家很有可能面临重大损失，所以在只违反点点的规定上，抓住这名迪特才是我们最应该首先考虑的。而且我相信，绝大多数老百姓要是知道我们是在挽回国家损失，一定打心眼里支持我们。哟呵！没想到陆春明同志年纪轻轻，思想觉悟却那么高，是我顾虑的太多了，我检讨。那就按照陆春明同志的主意，马上行动起来。时间有限，大家必须抢时间，力求不放过一个人，不放过一件包裹。没出10分钟，最前面的一个车厢里乱了起来。虽然乱，但一切都在乘警们的可控范围。这咋突然来这么多乘警？吓人乎乎的。不知道啊，难道我们群众里面有坏分子？这关键这人得多坏啊，至于动用这么多警力来抓？乘客们议论的同时，也立马和旁边不认识的人自动拉开距离，生怕旁边人就是那个坏分子。同志们不要害怕，我们刚刚接到消息，有一名旅客同志的东西丢失，人家还挺着急的。我们怀疑车厢里有小偷，所以要排查一下，还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哎呦，原来是抓小偷啊！你们这么大阵仗吓死个人，我还以为是抓杀人犯呢。抱歉，让这位大姐受惊了。没啥没啥，既然是抓小偷，身为革命群众，理应支持你们的工作。你先搜我吧。有了大姐的主动，其他乘客也纷纷跟着要求乘警检查，以此自证清白。见到大家这么配合，就连提出主意的陆春明都愣住了。这个年代的人还真是淳朴啊！为了缩短时间，20多名乘警队员全部上阵，对车厢内每一个人、每一件包裹仔细搜查。没用几分钟，便将这节车厢搜查完了。
虽然没有搜到任何可疑物品，不过大家也没有灰心，只要按照这种方法一节一节的车厢排查下去，东西绝对能搜出来。众人很快便搜到了卧铺车厢，却在这受了阻，只因这节车厢的人不是干部就是技术员，平时受人尊敬，习惯了被人捧着，受不了被人搜身。我是京城公安局的，我爸是李刚，你们搜个试试。抓捕迪特是部委亲自下达的重要任务，如果抓不到，那丢人的将是铁道部，是他们这些乘警。而搜卧铺车厢抓不抓得到，迪特两说，得罪这些有身份的人是一定的，这让雷战哥一时陷入两难。雷警长，想要破局其实很简单，只要让卧铺车厢的人自愿同意搜身不就好了吗？你看把你能的，人家要是能同意搜身，我们还能僵持在这里吗？你行你上啊！再者说风凉话。乘警队里也不是和和睦睦，有小部分对于陆春明充满敌意，觉得这次能登车抓迪特的无疑不是有着多年经验的老乘警，凭啥风头都被你这个毛头小子给抢了？雷警长，我有办法让他们同意搜身，但我希望这帮乘警兄弟能临时听我指挥。陆春明，这些人跟老百姓不一样，有理得很，一口一个侵犯他们公民权利，你可不能胡来。放心吧，雷警长，我知道他们都有身份，肯定会考虑影响的。那行，你们接下来都听陆春明同志的安排。让我听你的，不是本事，有本事你去搜个给我看看，那样我才服你。你服不服不重要，我说什么你就给我做什么。你领着几个人带着纸笔进车厢，看到一堆乘警进入车厢，里面的人瞬间急了：你们想干什么？还要强行搜不成？我告诉你们，你们是在侵犯我们的权利，我要告你们的。别紧张，都是革命干部，我也相信你们是清白的，但我们也有工作在身，希望大家能够配合，把名字和单位登记一下。为什么要登记我们名字和单位？你们也能看出来，这么多乘警全力搜查，不可能只是为了一个乘客丢东西，我们其实是在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搜查一件丢失的国宝级文物。国宝级文物，怪不得来这么多警力。既然你们不愿意配合，那就请把信息留下来，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你们都将作为嫌疑对象，等到后期会有专门人员到你们单位进行调查，到时若是对你们产生不好的影响，还希望各自承担。姓名、单位，你们不用问名字，我让你检查就是了。反正你们说的什么文物，我是见都没见过。你搜吧，随便搜。队员在陆春明的示意下开始搜查，自然是没搜到可疑物品。还有自愿接受搜查的吗？若是没有，就配合我们的工作留下信息。经过陆春明的吓唬，效果很是显著，大家变得通情达理起来，都自愿接受搜查了。就连刚才对陆春明有意见的乘警对此也无话可说。这个陆春明，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然而全部搜查下来，还是没有搜到。此时只剩下说他爸是李刚的那个男人没有搜查。你是公安局的？对，你爸是李刚？没错，我今天还就不让你搜了。那行，既然已经全部搜查完毕，没有搜到东西，但现在有人背锅，也算完成任务了。那咱们说对。我绝对是清白的啊！对对对，我相信。有什么话你跟组织说吧。行，我让你搜还不成吗？不搜了，不搜了。你爸是李刚，哪敢搜你啊？不行，你必须得搜，不然我怎么证明清白？既然人家都求咱了，那咱就勉为其难的搜一下吧。刚刚就是这个家伙一脸嚣张阻碍任务，现在抓住机会，众人一拥而上，把禽兽生压倒在卧铺上。哎，你们别乱掏，我去，谁扒我裤子？陆春明知道搜不出什么，毕竟对方也是公职人员，之所以坚持搜查，就是因为看不惯对方嚣张的样子。1个小时后，全车搜查完毕，却并没有发现迪特。看来这次没能抓捕到迪特，要给我的革命生涯留下一个污点了。雷队长，事情还有转机，有个办法或许可以一试。你又有什么馊主意？雷队长，你别老是戴着有色眼镜看我，我这也是想进步。想进步是好事，年轻人就该有这种态度。你说有什么好办法能抓住这名迪特？真要能抓住，我给你记一大功。雷队长会发电报吗？看不起谁呢？我是军队出身，虽不是专门的发报员，但基本的发报还是懂点的。雷队长，作为迪特需要与组织联系，肯定会发电报，而我们只需要通过最简单的办法，比如通过手指敲击的方式模拟发报。迪特看见后一定会特别注意，而这个盯着注视的人，8成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那这样，我来通过手指敲击到各个车厢传递信息，你在周围观察是否有可疑目标。我觉着咱俩还是换的好，您老的眼睛那跟鹰眼一样，迪特任何可疑动作都逃不过你的眼睛，由您观察比较合适。行，那你看好了，这个手指发报方法的意思是，请把文件交给我。学会了这个动作后，两人换了一身便装，便开始行动。陆春明在每节车厢前后位置分别做了2遍手指发报动作，确保每个方位都能看到。而雷战哥就站在车厢连接处，手持一张报纸假装在看，实则车厢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他的视线内。9号车厢、8号、7号，直到6号车厢。雷战哥点头。雷队长，你发现迪特了吗？看到了，但是这个迪特有点棘手，他身边座椅上还有个带着孩子的妇女。抓捕迪特固然重要，但我们不能以孩子的生命为代价，还得从长计议，想个2全的办法。
这是简单。陆春明来到隔壁车厢，走到一位中年汉子面前。这位同志你好，我是铁路乘警，这是我的证件。现在我们火车上有一场针对抓捕人贩子的演习，需要警民协作。你被抽中幸运观众，待会就请你扮演人贩子，配合我们一下。让我当人贩子，我可不干这种丢祖宗的事情，就算假装俺也不干。有奖励，只要你愿意配合我们演习，奖励你一张大团结。你看人真准，俺这辈子还没当过人贩子呢，是不是还得打扮一下？不用那么复杂，你直接去6号车厢，到那什么话也不用说，抢走我们要求的那个孩子就行。中年汉子晃晃悠悠地装作路过，一把抢过妇女怀中的孩子，撒腿就跑。妇女明显愣了一下，她没想到在火车上竟然还有人抢孩子，哭着追了出去。而陆春明趁着大家的注意力都在人贩子身上，一个快步到跟前，将迪特扑倒在座位上，把懵逼的迪特给铐了起来。餐车内，陆春明将迪特衣服全部扒了，终于在内裤内都发现了机密文件。这时众人终于松了一口气，这趟任务辛苦大家了，每个人都有功劳，回头我会向总局向大家请功。众人坐上铁路局安排的车，押送的迪特返回了京站。因为抓捕迪特任务完成，雷战哥便让参与任务的同志回家休息，单独把陆春明留了下来。抓住迪特，你是首功。今天3个部委领导指名见你，就在我办公室，跟我来吧。我们的小英雄回来了。陆春明同志，这位是煤炭部副部长胡部长，这位是冶金厅的副局长高局长，这位是……我就不用介绍了。小陆，我们之前通过电话。你好，唐局长、胡部长、高局长。小陆，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为国家挽回了重大损失。我们3部委决议为你联合颁发一份嘉奖令。嘉奖令是机关对个人有重大功绩才进行公开表彰的文书。唐局长，这嘉奖有点过重了，我做的还不够好。年轻人受此荣誉，不骄不躁，难得啊！小同志不要谦虚，有功劳就要表扬，不然只会寒了那些想进步同志的心。是啊，我都听雷队长说了，小同志有勇有谋啊。这次迪特事件也算是给我们煤炭部敲响了警钟。在小日子迪特的那份机密文件中表明，国内很多废弃的炉渣中含有众多贵金属。我们煤炭部决心对所有的矿脉进行一次大规模排查。老胡，你们煤炭部接下来要干啥工作？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们铁道部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能不能扯点有用的？扯远了，我这也是为了突出小陆同志的贡献嘛，所以我代表部委给你申请了一个3等功。现在不是战争年代，寻常人能有个立3等功的机会是非常难的，而有了这个表彰，相当于多了一道护身符。等3等功的门牌往门上一挂，我看谁还敢打晚清姐4合院的主意。鉴于你立了大功，替铁路局争光，咱们铁路总局决定奖励你500块。感谢领导，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小陆，还有没有什么需求可以提一下？我们3个老家伙都在，能满足的一定满足。就是家里的一点事，不说也罢。你尽管说，不说立功了。你本就是我们铁道部的人，就算没功劳，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求助咱铁路总局。唐秋生说完，对着陆春明眨了眨眼。一说这事，可能都让你们笑话。这不是天冷了吗？家里缺煤缺的厉害。我有个姐姐，上1年冻坏了3根脚趾头，现在走路跟鸭子一样，嫁都嫁不出。我爸就想给她招个上门女婿，可人家男方彩礼要的多，什么自行车票、手保票、收音机票、粮票、邮票、肉票。你不用说了。胡部长，你们煤炭部给整点煤票没困难吧？那还有啥说的？还要啥煤票啊？回头我派人给小陆先送10吨煤过去。高局长，你们冶金厅也得出点力吧？没问题，其他工业票就交给我了。小陆，家里还有什么困难，我一并给你解决了。还得是铁路局护犊子啊，有事真上了。高局长，没了，这已经很不好意思了。见陆春明这边没有别的事了，唐局长便带着几人离开了。我听唐局长说，你刚去西直门站没多久，目前还是见习生。是的，雷队长，1年后可以转正。有没有兴趣来我们京站发展？京站是京城主站，在这全国多条铁路运输线，机会比西直门站多很多。傻子才不想呢，只是这么痛快答应了，会让人觉得自己是个墙头草啊。感谢雷队长的器重，我就是个普通的见习生，实在不足以让雷队长高看一眼。还有之前我是向周队长下过保证的，生是西直门的人，死是西直门的鬼，绝不当叛徒。都是一个铁路系统，谈不上当叛徒。对不起，雷队长，周队长待我不薄，我不能伤了周队长的心。有情有义，这小子可以啊。不过只要是我看中的人，还没有得不到的。小陆啊，有件事你得明白，我可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而是在通知你。陆春明知道话到了这里，雷战哥肯定不会让他走了，剩下的就是借着这个机会谈谈条件了。其实我也不是那么霸道的人，你不妨先听听我给你开出的条件。你目前见习期执行的是27级工资标准，我直接给你转正提到23级，工资每月49.5，不包括补贴。这可是大学生参加工作
作才能拿到的标准。以陆春明目前的状况，要资历没资历，要学历没学历，到了雷战哥这直接给转正，还连提4级工资标准，足以证明雷战哥对他的重视。雷队长，您对我器重，我当然很感激。只是周队长那边，雷战哥一摆手，示意陆春明不用说了，拿起电话就打给了西直门城警队的周卫华。周队长，我是雷战哥。哎呦，雷队长啊，您喊我小周就行了。他们西直门城警队在这次任务中立了大功，总局对他们城警队已经下了文件进行表彰。周卫华还以为雷战哥是来夸奖他的。周队长，陆春明是你们西直门城警队的，这次任务表现不错，不知道平时的表现怎么样？坏了，听这一次是来挖墙脚的。不好，平时表现非常差，要多差有多差，我能头疼死。说实话，我都想开除他。这次任务他完全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雷队长，你是不知道啊，陆春明这小子一身缺点，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迟到早退，要能力没能力，心思从来不放在工作。既然小陆这么差劲，你留着也是头疼，那干脆就让给我吧。哎，不是，这怎么不按套路出牌了？雷队长，你不能这样啊！周卫华此刻都快哭了，这咋出去抓个迪特，还把人给抓没了？不用说了，小陆这人我要定了。至于总局那边，我会去说的。雷队长，另外真不是我抢人，是小陆主动要求留下来的啊！信号不好，就这样挂了啊。不是，雷队长，您前面那样说都没啥，后面再加那一句，不把我给撂进去了吗？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不也是跟你学的吗？雷队长，你让我留下来也可以，我有3个条件。敢跟我雷战哥讲条件，你是第一个。说来听听，不过我可警告你，别以为我看中你，你就狮子大张口。我媳妇家庭有些问题，能不能给我媳妇安排个工作？好家伙，刚来金站就想着一家双职工的事了，你媳妇家庭问题还是有些影响。这样，明年金站要多增加几个车次线，到时候我会给你安排。感谢领导，还有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官当当？你口气还不小，刚刚转正就想着当官了。不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也罢，我可以给你安排个小组长当当。小组长能管多少人？人数暂时不确定，不过我准备实行1车1警，目前先分成多个小组考核。你要是真有能力，到时候给你个警长干也不是问题。要么说还得是咱们金站机会多，恐怕我在西直门站熬上多少年，也没机会当上警长。你小子知道就好，说说第3个条件吧。快年底了，我想要10天休假，我想趁着休假时间去看望下大哥。今天陆春明没有回林婉清那，而是趾高气扬的回了家。爷，狗饿了知道回来了。你看你说的啥话？人家回娘家不很正常？老爸老妈，你们俩一唱一和的，这是说啥呢？没啥没啥，在婆家受苦了吧？妈给你做饭。哎，爸，你看我妈。你别喊我爸，我全当没你这个儿子了。不是，你们这是咋了？我怎么1天没回来，家还没了？老陆，我劝你提桶水，赶紧去祖坟看看吧。我提水去祖坟干啥？因为现在正呼呼的往外冒青烟呢，你得赶紧去救火。好小子，你把祖坟给我点了吗？不是，老爸，你误会了。我说的祖坟冒青烟是这个意思。陆国庆接过嘉奖令，仔细的看了起来。趁这会功夫，陆春明赶紧解释了一下自己在火车上是如何立功的。你小子真立功了，这还能有假吗？不过你也不用太激动，也就是个小小的3等功，不值一提。老天有眼，我老陆家祖坟真的冒青烟了，我儿陆春明有进步之资。要那玩意有啥用？那么危险，万一迪特带着武器咋办？再大的功劳也不能拿我儿子出换。妇人之见，你懂个屁啊！你懂，就你懂，你咋不去抓迪特？这功劳给你，我可不想下次见面我儿子躺在病床上。陈香兰正火冒三丈的说着，眼前突然出现一沓大团结，少说也得几10张。啊，这是总局给发的奖金，不多也就500块钱。迪特好，迪特得抓，下次有这样的好事，带着你爸一起。老妈，怪不得爸说你觉悟低，一点金钱就把你给收买了。这是你老说弟弟给你画大饼，这次直接给你实现了。迪特好，迪特得抓。这都不算啥，还有其他票呢。对了，煤炭部的胡部长答应给咱家送10吨煤。多少？10吨？这下咱家可算不用为缺煤烧发愁了。对了，老妈，趁着这段有时间，我想去看下大哥。陆春明去找了林婉清一趟，把在铁路局给他找了份工作的事情说了一遍，给林婉清高兴坏了。3天后，陆春明从京站出发，在火车上睡了一夜，这才到达了目的地。出了火车站，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等着他。陆春明还记得小时候经常跟人打架，要是挨欺负了，哪怕对面是大院的孩子，大哥照样掂着砖头替他出头。当时家里常常吃不饱，是大哥省下自己的口粮分给弟弟妹妹，直到迫于政策，大哥去下乡插了队，又在当地娶妻生子。大哥，你变黑了，天天在地里刨食，面朝黄土背朝天，不黑才怪呢。走，咱们回家。前几天你发来电报说今天能到，我一大早就赶来等着了。那你来的有点早了，火车只会晚点，不会早点。哈哈哈，没关系，
这不是大哥想你了。对了，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还准备常住啊？那肯定小住几天，怎么刚来就要赶我走啊？看你说的，这里就是你的家，想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你嫂子知道你要来，特地把家里唯一的一只鸡都给杀了，专门款待你。怎么还把鸡给杀了？现在养只鸡多不容易，我这来一趟，还给你添麻烦了。嘿，我说你小子，现在咋还磨磨唧唧的了？这可不像你性子，一只鸡而已，还是不是兄弟？这哪是一只鸡啊？这分明是嫂子对我打呀！嘿，你这臭小子！大哥，你就是赶牛车过来的吗？是啊，往榆树沟都是小路，没通汽车，咱得赶紧赶回去，到家得5个小时呢，要不然赶不上晚饭。你嫂子得跟我急眼，委屈你一下啊！陆春明哪里会委屈，他心里只有心疼。大哥说一大早赶到车站等着，这说明大哥半夜没睡觉就来接我了。坐在牛车上颠簸了许久，终于到了陆丰插队的榆树沟大队。陆春明感觉全身都快散架了。爸妈，宝月，这是我弟弟陆春明。大爷大娘，我来看你们了，身体还好吧？哎，好呢，快进屋坐。一进屋就看到一个2、3岁的小女孩，不用说，陆春明也知道这是大哥的女儿陆青，走到跟前一把抱了起来。青儿，认识我是谁吗？是小叔叔，爸爸以前给青儿看过小叔叔的照片。咱们青儿真聪明，来看小叔给青儿带了什么。陆春明从包裹里掏出一袋大白兔奶糖。青儿，知道这是什么吗？是糖。对，大白兔奶糖，喜欢吧？这一包都是你的，但也不能多吃啊，要不然坏牙齿的。谢谢小叔叔。随后，陆春明将包裹拆开，将带的烟酒、衣服，还有一些糕点都掏了出来，给严老汉一家都惊呆了。他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好东西。正当一家子人聊天时，大队书记戚保国却不请自来了。戚保国一进屋子就看见桌子上一堆京城特产，眼里露出羡慕的神情。严老哥，家里来客人了，怎么也没通知一声，显得咱大队怠慢了不是？戚保国跟严老汉家的关系并不好，陆春明的大哥没能当上小队长，就是戚保国在背后使坏。自家亲戚没那么见外，也不好惊动戚队长。你说这话就不对了。来到咱大队的就是客，我过来陪陪客，也显得咱们大队懂礼数不是？哦，老严啊，你这也发达了，都抽上带把的香烟了，不像我这大队长还抽这烟袋锅子呢。戚保国是什么意思？严老汉一清二楚，这是在跟严老汉要烟抽呢。戚队长，咱庄稼人确实抽不习惯这卷烟，你抽我这个，今年刚打下来的烟叶，你抽点。哼，我说你这老严是真不上道啊！我还想着过2年给你加入知青，弄个小队长当呢。这句话算是捏到严老汉的命门了。严老汉一直都想弄个小队长给女婿干，奈何每次都被戚保国以陆丰市外来户为由给拒绝了。如今听到戚保国松口了，可给严老汉激动坏了。但烟是陆春明买的，总得征求一下人家的意见。那个春明啊，你也看到了，戚队长这次过来就是想捞点好处。大爷是这样想的，他想要这些香烟，不如就给他了。回头算算多少钱，等明年卖了粮食，大爷想办法再还给你。大爷，我知道你把我大哥当亲儿子一样对待，在这里我替我爸妈感谢大爷的照顾，但是你刚才也说了，这戚队长纯粹是为了捞好处，你今天能送他几包烟当上小队长，别人明天就能送几瓶酒把大哥的小队长挤掉，这种人是喂不熟的。至于我大哥，我了解，他非常有能力，一个小队长还真不够他发挥的，所以这烟你就留着自己抽，剩下的事交给我。陆春明想起上一世在大哥的来信中说过，这个戚保国因为有点权力就卡女知青户口，威胁霍霍过2个女知青，而且还一直对大队办的企业做假账，直到几年后这件事才被人举报，让公社给查办了。戚队长好大的官威啊！你们公社的小队长不靠社员选举，难道要靠送礼吗？你别瞎说，我可没说过要你们送礼的话，你们愿意给那是人情，不愿意给我也只是按实际办事。好一个按实际办事！据我所知，明明前2次小队长选举都是我哥的票数最高，但最后却是别人当选。你跟我说说，怎么按实际办事的？好啊，陆丰，咱队里的选举属于内部事件，你怎么能向外胡乱泄露？你这是在抹黑咱大队，抹黑咱公社。陆丰为人实在，嘴也笨。陆春明正要替大哥出头，谁知嫂子严宝月先气不过了。谁抹黑大队了？我们说的不是事实吗？明明是陆丰的票数最高，你凭什么给了别人？就因为你是大队长，说给谁就给谁，那还要投票干什么？你赶紧走，我家不欢迎你，以后别来我家。戚保国气坏了，本来听到陆丰弟弟来了，带了好多东西，他还想借着陆知青想当小队长的心思要点东西走，结果什么也没捞到，被直接给轰了出来。行，你们老严家等着，今年队里核算粮食，让你们家排到最后一个，到时候要是没了，可别怪我。哼！此时严老汉有些后悔没让戚保国没把烟拿走，这是村里的大队长，得罪了容易被穿小鞋。要不咱把烟给大队长送过去？大爷，这种人没必要讨好他。大队长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照样在地里抛尸？
你们放心，我能让我哥进公社工作。陆春明的话说完，却发现全家人都在摇头，都在觉得京城来的亲戚在吹牛。他们家当的小队长都这么费劲去公社工作，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小叔叔，青儿相信你。还是我家青儿乖。青儿，想不想坐自行车？就是那种2个轮子的大马，跑得可快了，让爸爸给你买好不好？好，青儿要骑大马。陆春明掏出冶金部给的自行车票和200块钱递给陆枫，一家人再次被震惊了。刚才陆春明带的那些特产就已经很多了，足以让大队社员羡慕死。结果大头还在后面。春明，你带这玩意干啥？我这可用不上自行车。春明，这太贵重了，我们不能要，快收起来吧。你能来看我们，嫂子心里就已经很开心了。就是春明，听你嫂子的，收起来吧。大哥，我说了让你进公社，就一定能让你进。这里都是山路，将来每天出山去公社工作，肯定要用到自行车。更何况之前是给我小侄女的，你们能忍饥挨饿我不管，但不能亏着我小侄女。你瞧瞧这小脸蜡黄的，人也干巴巴的，咱妈要是看见，得心疼死。严宝月平常也是能说会道，不然也不能把陆春明大哥拐回家。但陆春明的话却把严宝月说的说不出反驳的话，只是感动得热泪盈眶。春明，饿了吧？嫂子现在就把鸡给你炖上，回头你可要多吃点。在一家人灶台前忙活的时候，陆春明把大哥拉到院子里，准备详细问一下公社领导下来检查的时间。这件事将决定大哥能不能进入公社工作。上一世在大哥的书信中写过，这个公社领导因为来榆树沟大队来检查，却被疯牛撞进了河里，被一个知青救了。等公社领导清醒后，当场就把那名知青要到了公社，从土里刨食，一下子变成吃上品粮的了。陆春明也是突然想起这件事，才跟领导特意请假赶来大哥这里。第2天，榆树沟大队因为公社领导田福光的到来，变得热闹起来。陆枫本想着弟弟好不容易来一次，多抽出点时间在家陪陆春明聊天，没想到却被陆春明拉着去看热闹。当陆春明看到七宝国正带着田福光站在石桥上，下方就是一条大河时，陆春明知道机会来了，和上一世大哥在信中描述的场景一模一样。陆春明拉着陆枫来到了桥下面，离河边最近的位置站了下来。现在万事俱备，就是疯牛在哪呢？陆春明四下打量，终于在一棵大树下看见了那头牛，而那牛正在树下悠闲地吃草，一点也没有要发疯的迹象。难道重生回来发生蝴蝶效应了？就在陆春明以为这是不会发生时，就看见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靠近了那头牛，不知做了什么。黄牛惨叫一声，迈着4个蹄子冲向了石桥。这就对了嘛！我说好端端的牛怎么会发疯？原来是有人搞鬼。这时桥上的众人也发现了向着自己跟来的疯牛，大家都别慌，把路闪开，让领导先走。七宝国大喊了一声，人群散开，疯牛毫无阻拦地冲到了田福光面前。而躲闪不及的田福光直接被顶到了河里。田主任掉河里了，快救人啊！七宝国虽然喊着救人，当有几个社员想要下水营救时，却被七宝国用眼神制止了。只有2个知青无视七宝国，还在脱棉裤准备下水营救。其中一个知青是陆枫，另一个正是让牛发疯的男人。而陆春明为了帮大哥拖延时间，直接揽住男人的肩膀。强哥，好久不见了。你谁啊？我彦祖啊，你忘了吗？什么彦祖？我不认识，你赶紧撒开我还要救田主任呢。还装不认识我？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我还能认错吗？我真不认识你，我叫刘之健。啊，不好意思，那可能是我认错人了。认错人，那你就快松开，我在救人，人命关天。男人都快被急哭了。今天好不容易找到机会，能在公社主任田福光面前混个脸熟，结果却被陆春明给缠住了。就在这时，陆枫已经脱掉棉裤，率先跳进了河里。完了！别哭，健哥，这跳水救人多危险，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像这种危险的事就应该让别人来，咱得珍爱生命，安全第一。你懂个屁呀！我用不着你关心，狗拿耗子多管闲事。陆枫水性不错，很快就将昏迷的田福光给拖上岸。快把田主任送大队部，那有炉子。大哥，咱们也去大队部？不用去了，人救上来就好。我还是赶紧回家，把里面衣服换一下。我去，好不容易有一次英勇救人的机会，你还晚上做好事不留名了，那我不白忙活了。别啊，大哥，田主任还不知道怎么样，有什么情况还得指着你帮忙呢。那行，正好大队部有炉子，我在那顺便烤烤衣服。田主任，你可算醒来了，刚才差点没把我吓死。你说你要是死了，咱们公社岂不是失去一个好领导？刚才是谁救的我？田主任，看这里。小同志，是你救的我吗？不是我，是我大哥陆枫，陆知青。同志，你还是个知青？是的，田主任，真是个好同志啊。这样吧，既然是知青，那肯定有文化。我这人是个大老粗，不如就让陆知青来帮我先写文件，以后你也不用挣工分了，按公社行政人员给你发放工资，你愿意来吗？那本该是我的。陆枫此时一脸懵，陆春明说让他进公社工作，他还以为是开玩笑，没想到还真进去了。怎么是不愿意吗？愿意，田主任，我愿意。田主任，不至于，你在我们这里掉进河里了，
救人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哪能让你给安排工作啊？更何况这陆知青多久不拿笔杆子了，哪敢给您写文件？不中。陆知青行与不行，自然要试用一下。如若不行，到时再回大队挣工分也不迟。田富光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下来。戚宝国也不好开口再说些什么，只是低着头，不知道憋什么坏水。春明，你说今天这牛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失控？我怎么就进公社工作了？跟做梦一样，不会是你搞的鬼吧？大哥，我一直跟你在一起，我能搞什么鬼？可能这就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吧。你这是干啥？跟审问犯人一样，让你进公社工作还不好？我这不是怕他闯祸吗？你不知道我这个弟弟从小就爱惹事，我以后又不能在身边管他。大哥，你就安安心心的去公社工作。今天这事吧，纯属是天意，就算我不来，它该发生还是照样发生。你只要能为广大群众多做点事，对得起老百姓，我认为就值了。还是人家春明说话好听，你爸就跟个木头一样，不懂变通。我是木头，你不也看上我了？那你是木头，我是藤北，我就中意你不行啊？哎，当我不存在啊？这怎么还撒起狗粮来了？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解决完大哥的事情后，陆春明便准备离开了。哥，嫂子，你们这也没别的事情了，我准备明天回去了。怎么这么急？咋不多待2天？青儿刚和你熟悉，你这冷不丁一走，还挺闪人。春明也有工作，总不好一直请假，让他回去吧。那行吧，嫂子就不留你了。既然你明天就走，我去给你带上点东西，再给你烙几个饼，你路上吃。严宝月一直忙到后半夜，把家里剩的那点白面全烙成了饼给陆春明带上。为了不让青儿难过，陆峰俩人等青儿睡着后，半夜就出发前往火车站。春明，路上注意点，你嫂子给你装了20多块钱，别被偷了去。大哥，你给我钱干啥？我坐火车都不用花钱买票，用不着钱，你拿回去。这不是你给我的那些钱，这是我和你嫂子结婚后攒下来的，不多，但是你嫂子的一片心意，拿着吧。穷家富路，有备无患。陆春明打开了手绢，里包着全是1毛2分不等的零钱，看着不知道攒了多少年。离别是伤感的，而这一别，陆春明不知道下次再和大哥见面会是什么时间了。英王重生70年代，陆春明开了第1个月的工资，就买了2斤猪肉和2根大肠，将家里的门跟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确保香味不会散发出去。这个年代，像陆春明家这种4职工家庭，家里有点好吃的都得偷偷摸摸，稍微吃好点都会遭人妒忌。半个小时后，在林婉清的帮助下，陆春明做的红烧肉跟9转大肠便端上了桌，扑鼻的香味让林婉清直咽口水。婉清姐，快尝尝，这大肠香不香？你放心，我里里外外搓了3遍，洗得比我脸都干净，吃着绝对放心。呦，瞧瞧你这区别对待的劲，怎么不让你姐尝尝呢？这老话说得好呀，有了媳妇忘了姐啊！我今天能蹭上这顿，全靠婉清，不然我这辈子恐怕都没这口福了。好了，不跟你们唠了，你们先吃吧，马上春运了，我得赶紧去上班。春明，你不吃点再走吗？组织待我不错，我要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回报国家，回报社会，咱怎么能白拿着国家的钱呢？陆春明到京站领完任务，便踏上了一路向南的列车。正值春运，车厢里的拥挤远超平日。原本合载5000人的火车，此刻竟生生塞进了近2万人。哎呀，我的钱包怎么没了？老公，咱们的钱不见了。是你偷的！刚才你一直往我这边瞅，肯定就是你！快把偷我的钱包交出来！俺没拿，俺不是那种人。周围乘客听到争吵声，纷纷围拢了过来，同时也惊动了陆春明他们。大娘，没拿就让他搜一搜，自证一下清白嘛。就是，不然这咋说得清啊？乘警同志，你可得给我做主，他一个包裹捂得那么紧，里面80%都是赃物，你们快搜他身！哼！不行，这个真不能看。大娘，为了证明您的清白，您看能不能让我看看包裹里是什么？我保证不损坏您的物品。不行，这是我爸爸。哎呦喂，你怎么能把这东西带上火车呢？这多让人心里发毛啊！乘警同志，我可不跟他们坐一起，你要么赶他们下车，要么就给我换到卧铺去。对，给我们换卧铺。您行好，别让我们下车好不好？我们身上1分钱都没有了，这点路费都是村里乡亲们一家家给凑的。不行，我们强烈要求换车厢。对，给我们换车厢。对，换车厢。一瞬间，整节车厢像炸了锅似的，满座的乘客纷纷吵嚷起来。农村来的陈老太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惊得手足无措，手里紧紧攥着包袱，站在原地进退两难，脸上满是窘迫与无措。奶奶，我害怕。绿娃，咱不怕，他们不就是想看吗？我的儿啊，娘对不住你，是娘害你蒙了冤。
这一刻，在场众人无不面露惭愧。陆春明怀着崇敬之心，向英雄及家属致以深深的敬意。同志们，你们怎么能怀疑英雄的母亲偷钱？我们又怎么能嫌弃烈士的贻物不吉利？要是没有英雄们的付出，哪有我们今天能安安稳稳坐在这火车上？这可是英雄回家之路啊！大娘，我真不是人，我对不起你们。乘警同志，大娘，您就踏踏实实坐这儿，没人会让您下车，剩下的事您都不用操心，交给我们就行。你们俩跟我走。陆春明带着翠花夫妇前往餐车做进一步询问。列车行至京站时，天已傍晚。雷战哥翻看了火车上这起事件的记录，内心对陆春明的欣赏又多了几分。哈哈，不错不错，处理得当。嘿嘿，雷队长，你之前不是说要给我分组员，我那几个可爱的组员呢？瞧你猴急的，走，我现在带你过去。雷战哥领着陆春明就到了3名队员面前，其中一人他认识，正是愣头青长进步。又看了一眼剩下的2人，让陆春明忍不住皱眉。雷队长，这就是您给我安排的队友？没错，这个个子矮些的叫长进步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你们之前也照过面。那其他2位呢？咱们京站的青年才俊可不止他一个，你看那位高个子的，人家可有双出了名的飞毛腿，行动麻利的很，特别实在，执行力更是没话说。陆队，我叫赵德柱，以后请多多指教。旁边那位微胖的叫牛大奎，性子憨厚又老实，就是饭量比旁人稍大些，但人家有的是力气，干起活来顶得上号，也是咱们这儿不可多得的好手。俺叫大奎。陆春明这才仔细打量起大奎，这人眼光虚浮，看上去不太像个正常人。怎么样，春明，看我给你选的这3位队友可还满意？雷队长，您给我安排的这3位队友，我只能给他们打8.5分。呵呵，怎么才8.5分？那1.5是不是被你吃掉了？因为我有一点无语，能不能把队员给我换掉？嘿，你这小子还挑上了，你当这是菜市场呢？换不了。陆春明并不知道，他3位队友的家人皆是英雄，且3人都是雷战军一手带大的孤儿。赵德柱的父亲和我一次侦察任务中被俘，受尽酷刑，为泄露任何机密部署，最终牺牲。长进步父亲在一次与悍匪激战中不幸身中数发子弹，失血过多未能抢救回来。母亲怀他救伤员时导致早产，他活了，母亲却没了。牛大奎的父亲是因替我挡子弹也不幸离世，在他8岁因用药失误导致大脑发育不健全，所以现在的他言行显得有些憨厚。雷队长您放心，我陆春明会拼尽全力带好这支队伍，绝不让过去的历史再一次发生。有你小子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临近年关，今年车站的人流量格外的大，也是那些江湖宵小之辈最活跃的时候，你们要打起12分精神维护秩序。请领导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绝不辜负您的信任。经常坐车顶的人都知道，在一辆时速100公里的火车顶狂奔，虽然看着凶险，其实一点都不安全。即便如此，他仍奋不顾身地在车顶展开抓捕，只为擒住那名窃取国家机密的小日子一场。喂，陆春明，我的礼物呢？礼物？什么礼物？江萌吗？年纪不大，不仅白净，更是俏皮可爱，还生得一副明艳动人的好模样，是京线列车上小有名气的播音员。讨厌，你这人可真健忘！知道你现在立功了，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一条战线上的同志忘了，哼，真让人伤心。你是江萌吗？老同学，你看我这脑子长这么好看，我都能给忘了。这样吧，为了表示我的歉意，我请你喝水，想喝多少喝多少，管够，不用替我省钱。这水是免费的好不好？逗你的，回头请你吃饭。这还差不多。话说你怎么来我们京站了？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任务？这次没有，我被调到京站工作了，以后咱就是一个站好的革命同志了，有什么事还得麻烦你呢。看你说的，放心，以后我罩着你。况且你这大英雄能来京站，那咱们这条线可就安全多了。那跟你家里那口子比起来，怎么样？讨厌，好端端的提他干啥？我要接水了，起开。这是有情况啊，估摸着和家里那口子过得不怎么愉快。谁啊？走路没长眼睛啊？得住，向人家道歉。组长，先别道歉了，大奎被人打了，你快去看看吧。怎么回事？组长，我跟大奎一起上厕所，谁知道这个妇女上厕所不锁门，结果就被大奎给看见了，吵着闹着要大奎赔钱，不然就不活了。大家快来看看，有这样的吗？还是乘警呢？乘警就能看人屁股啊？
我婆娘的屁股只能我看，现在被别人看了，算是咋回事？我没脸见人了，死了算了。赔钱，2块钱1分也不能少，不然告你领导。你告我领导，我也不能给你。我叔说钱要攒着娶媳妇，不能乱花。这位同志，我是他们的组长，有什么事跟我说。原来你就是领导，那这个好，你的这个队员偷看我婆娘屁股，你说这事咋处理吧？你怎么证明我的队员偷看了？女人怎么会拿自己的清白来冤枉别人呢？就是我不活了，我没脸见人了。别说那么多废话了，你们想怎么处理吧？赔钱，最少2块，要不然这事儿没完。你觉得就你婆娘长得跟个腊肉似的，看一眼值2块钱吗？哎呦我去！你说的这是啥话？你要这么说，我指定要往上找你们领导。你不就是觉得我队员不小心看到你婆娘了，你们感觉吃亏了吗？我保证公平公正。大奎，把裤子脱了，让他们看回去。你这是啥话？我婆娘是女人，她一个男的，那屁股有啥好看的？你们臭不要脸！怎么着？你婆娘屁股是屁股，我队员的屁股就不是屁股了。现在讲究人人平等，那屁股也应该是平等。你们欺人太甚！哼，今天算我倒霉。你们乘警我们惹不起，媳妇儿咱们走。乘警同志，别让这2个人走，这俩就是骗子。刚才在8号车厢的厕所，我就被他们以同样的方式骗了，你可得帮我主持公告。好家伙，在火车上玩仙人跳，大奎赵德柱把他们给我铐了，真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是吧？小插曲过后，天色愈发沉郁，风雪愈来愈凶，窗外世界渐渐失去颜色，只剩下茫茫的白。而陆春明静静靠在窗边，望着这片几乎要吞没天地的雪，眼神恍若隔世。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样大的雪了。组长，列车长找你。好的，我知道了，马上过去。对了，德柱，下次跟我说话能不能低点头？我头扬的难受。这件事恐怕得麻烦陆组长了。刚才已经把电话打到了铁道部，点名让你护送。这冰天雪地的，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火车到站，陆春明带着大奎与田树宽去了当地的铁路分局。本想要一辆吉普车，却没想到当地乘警却给3人牵了一辆马车。我说同志，这冰天雪地的，你们给我一辆这玩意，不怕给我们动个好歹啊？这真的不能怪我们，路面积雪太厚了，车辆根本无法正常通行。现在想要继续往前走，只能乘马车了。造孽！经常走夜路的朋友都知道，遇见狼群围攻不要慌，第一件事就是将身边的队友丢出去，只有这样才能搏出一线生机。他却没趁机逃跑，反而借着夜色悄悄摸到头狼跟前，要独自完成斩首狼王。田树宽同志，咱现在才刚出发，你要是后悔了，咱还可以返回去。分局宿舍有暖气，有温暖的床，还有热水澡，多舒服啊！何必大半夜的在外面受冻？保不齐遇上熊瞎子，把咱吃了呢。我不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就算有熊瞎子，我可以把我喂给他，然后你们带着资料继续赶路。嘿嘿，大奎，你冷不冷？都冻拉拉尿了都。再坚持一会，等到前面看有没有避风的山梁子，咱在那休息一下。陆组长，我不累，还是别歇了吧，就这都不知道能不能赶上呢。你是铁人，可以觉得不累，但你总得让马休息一下吧。他又不是机器，要是把他跑死了，咱就等着冻死在这里吧。就在这时，眼看着距离山林越来越近，马儿似乎受到什么惊吓一样。大奎，把枪拿给我。枪是陆春明临行前特意申请的。他很清楚这个年代的东北经常有野兽出没，咱们不能休息了，要赶快离开这里。我总感觉有东西在盯着咱们。前面不远就是山崖口，与后方地形形成葫芦状，越往前走，山路越窄。距离山崖口位置差不多100米时，陆春明便停了下来。咱们这是被狼群给包围了，看着少说也得20多只。而陆春明手里的步枪只有10发子弹，就算陆春明枪法百发百中，也只能最多打死10只。
陆组长，你看，他们动了。一声枪响，一只狼倒地，然而却并没有像陆春明意料中那样对狼群产生震慑，反而让狼群更加躁动。接连放倒3只后，陆春明枪里的子弹也只剩3发。完了，咱们今天都要死这里了，是我连累你们了。陆组长，要不你们带着资料走吗？我留下来喂狼。别哭了，这事不太对劲。正常野兽听到放枪声，早都跑得远远了，哪像现在这样有组织有纪律。这说明一定有一个领头的，只要干掉领头的头狼，就还有机会。哪里不对劲？头狼长什么样？我看这狼都长得一样啊。头狼体型会更大，跟这些狼还是有区别的，大家仔细找找。陆组长，你看那是不是头狼？顺着田树宽指的方向，陆春明在一块大石头上看到一道黑影，看上去竟然有牛犊子般大小，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他，就像是一只黑暗中的幽灵。难怪打死了3头狼，还没震慑住狼群。这头狼看着压迫力满满。陆组长，我能不能求你件事？什么事？你看，咱枪里还剩下3颗子弹，根本不可能将狼群全部杀死。这件事因我而起，所以由我留下来吸引狼群注意。你们帮我把资料带走，送到春城一钢厂。田树宽同志，我还小瞧你了呢，都到这时候了还能开玩笑，活跃气氛。没开玩笑，我是认真的。我觉得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办法是好办法，不过我陆春明不会抛下任何一个人，咱们一起出来就要一起回去，就算要死，我也得来一头狼垫背。大奎，你把死狼拎起来，给我抡远了，不要让狼群靠近你。组长，我抡多久？抡到我喊停为止。好的，组长。有了大奎吸引狼群的注意力，陆春明悄悄摸摸地向着头狼的位置摸去。他明白打狼群是没用的，只有干掉这头狼，他们才能安全离开。枪内只剩下3发子弹，陆春明也不敢保证能一击必杀，所以只能拉近距离增加击杀几率。不到50米了，这个距离应该没问题。枪声炸响，子弹竟未击中狼王，反倒擦着他的脸颊飞掠而过，裹挟着森冷的杀意，直逼陆春明而来。眨眼间，两人距离就剩10米不到。只见头狼高高跃起，2只利爪已经直扑陆春明面部。陆春明一个驴打滚，堪堪躲过这一击。然而陆春明刚直起身子，就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不该将后背暴露给头狼。他能感觉到一股腥风已经从背后袭来。嘿嘿。大雪在这时也停了下来，此时的山谷里安静的吓人，只能听到空荡荡的风声。还好赌对了，要不然今天真的凶多吉少了。随着头狼死亡，群狼一个个低着脑袋跑了。大奎，别抡了，去把狼扛回来，等到了供销社换成钱给你买东西吃。组长，你不是说要抡到你回来喊停为止吗？你要喊停，我才能停下。啊，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停，行了吧？组长，我头好晕。深呼吸，晕是正常的。因为爬力拉不下，陆春明只能忍痛将狼肉剥掉，只带了5张狼皮离开，最终有惊无险地到达了目的地。随后田树宽给2人安排了一个招待所休息，等待后面的火车。第2天，陆春明喊上了大奎，扛着狼皮就去了供销社，按照1张狼皮45的价格卖了180。随后陆春明带着大奎一阵采购，给家里和同事买了些特产，又给大奎买了几包糖，给大奎美的嘴都合不上。几天后，陆春明回到了家。老妈，你干什么？上次看了你带回来的照片，那个妻儿太瘦了，一看就缺营养。我这不想着圈个鸡圈养几只鸡，等你路过你大哥呢，也能给他们送点鸡蛋吃。对了，妈，你能不能先别捅咕鸡窝了？有时间帮我这条毛裤啊！我不想穿我姐的了，我现在好歹也是个小组长了，穿个紧身毛裤跟个细狗似的。知道了，回头把你姐那条毛裤拆，我再给你织一条。那不还是我姐的毛裤吗？你这小兔崽子一点不会过日子，那毛线都好好的也不能浪费啊！再买几团线放大点裤腿，跟新的没啥区别了。你喜欢啥颜色的线？妈，明天就去百货商店买。好吗？二姐这条毛裤还是之前用大哥的蓝色毛裤改的，后面加了红线，到我这都传3代了，都快成传家宝了。我喜欢绿色，你顺便再给我织个绿帽子吧。我让你评，让邻居听了不笑话吗？那谁让你那么抠的？新线旧线都一样，穿在里面人家又看不见。你现在结婚了，该学着勤俭过日子，省的就是赚了。全家就你最不让人省心。不就是钱吗？这么多钱，发工资了。妈，刚才说话的声音有点大，没吓着你吧？不是工资，是我在东北打猎用皮子换的。你还去打猎，那多危险啊！万一有个好歹，
我们都是好多人跟枪，根本一点危险没有，猎物都不够抢的。还有，这是在东北给你们买的特产。哦，还是我家老三有出息，一点不用我操心。不像你姐，都老大不小了，也不找对象。人家胡大妈给介绍好几个工人，她愣是一个都看不上，让我操心死了。对了，上一世二姐喜欢上了失联社的一个诗人，没想到这个混蛋脚踏3只船，一直拖着二姐。后来二姐还为这个渣男割过腕。这一世说什么都不能让二姐重蹈覆辙。妈，你刚才说的对，我姐她就属于那种小资阶级的浪漫主义者思想。最近我听说她还总往失联社跑。你想想失联社那是啥地方？那里面哪有好人呢？陆瑶，你给我滚出来！我怎么听春明说又去失联社了？以前不是不让你去了吗？念那些个破诗歌，是能当饭吃，还是能当钱花啊？陆春明，你个叛徒！哎呀，妈，别打了，疼。姐，你听咱妈的话，少去那种地方。你别看里面那些文人雅士一个个道貌岸然的，暗地里龌龊着呢。你要想听诗歌，弟弟在家就给你做了。就你还会作诗？你有点瞧不起人了啊！我平常那是低调，就冲你瞧不起人的样，我今天不做一首，你都不知道你弟多有才。切！哎呦喂，有本事你就做一首，你要能做出来，我今天给你洗脚都成。妈，婉清，你们都听见了？我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厕所里的流星》。厕所里的流星，这是什么破名字？你别急啊，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你听，蹲坑时我抬头看见厕所顶上的裂缝像一道银河，我的便秘是坠落的流星。当你用手想接住它时，也便接住了我全部的爱意。一个字，绝！咋样，姐？有没有听过这么有生活内容、这么浪漫的诗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恶心啊？一边去，烦死人了！怎么恶心啊？这叫朦胧诗，一点不懂得欣赏。婉清姐，要不我也给你做一首吧？这回兴致来了，诗性大发。不，我可不听，我帮妈去做饭了。哎，这么好的诗怎么没人欣赏呢？吃过晚饭，陆春明发现陆瑶在桌子上写画画。姐，你写啥呢？大人的事小孩少打听。你不说我也知道，不就是给那个什么著名诗人写信吗？真的姐，就他那诗真不如我写的啊！我的便秘就像那坠落的流星。烦不烦啊你？就你那屎尿屁的诗，你好意思写，我都不好意思读，赶紧给我出去！看来姐姐已经开始对那个渣男产生仰慕之情了，整几首破诗就想勾引我姐，你也配？因为陆春明跟车执勤来回就要好几天，平时都是林婉清一个人住，如今陆春明回来，林婉清顿时有些拘谨。婉清姐，你换衣服睡觉啊，我闭上眼保证不看。我信了你的鬼话。婉清姐，你真好看，就是不能碰，一碰就哭，这成天睡一张床，可真遭罪。还是你姐好看，你泡泡脚吧，天气冷，换会暖和。你坐那我给你洗，算是感谢你帮我洗衣服。我不用你洗，我自己会洗。陆春明却不管不顾，将林婉清按在床上坐下，抓住她的脚。林婉清肤色本来就白，一双脚也如白玉一般。你别看了，我自己洗就好了。一双脚放在陆春明手里，林婉清难为情的耳根子都红了。别动，我帮你洗脚，你帮我洗衣服，这叫等价交换。那你自己洗衣服不就好了？那不一样，洗衣服是受累，给美女洗脚是秀色可餐。行了，我洗好了。你跟车好几天，一定累了吧？快去睡觉吧。在林婉清一再要求下，陆春明才不依不舍地放开。第二天休息，陆春明一早便来到了文化宫，准备教训一下那个小白脸，却没想到撞见他与一个小姑娘正在拉拉扯扯。姐，你猜我刚才去文化宫看见谁了？谁啊？著名诗人许文杰。我刚才听说许老师正在文化宫讲座呢，咱们去听听啊。哦，那我请个假，咱们赶紧去。看你那花痴样，一会有你哭的时候。姐，你咋不抓着我呢？是不是怕许老师误会啊？你该不会是喜欢他吧？你别瞎说，我就是觉得人家有才华，敬佩而已。确实，像许老师这样有才华又风度翩翩的，肯定很招女学生喜欢吧？我就怕他没有原则，对小姑娘的投怀送抱，全都来者不拒。我相信能写出那种诗歌，一定是个有原则、讲底线的人。这次正好带你去文化宫看看，你也跟人家许老师学学什么叫德才兼备。喂，停！那不是许老师吗？正好人少，我们过去打个招呼。不去了。为啥不去啊？来都来了，你不是想见见德才兼备的许老师吗？陆瑶没有回答陆春明的话，只是眼睛直直地盯着不远处的许文杰。你别说，这俩人看着还挺亲密的，这光天化日的都楼上了。姐，你说这俩人等会不会咬嘴子啊？咱们走吧。再看一回呗，这还没结婚呢，大庭广众之下就搂一块了，确实值得我学习。跟许老师比，我还差得远呢。你走不走？不走，我自己走着走了。走，
我还说来听著名诗人讲座呢，真是不凑巧。那等下次咱再来失联社。不来了，以后都不来了。路遥实在没想到，他一直仰慕的笔友竟然是这种人。明明在信中许文杰表达了对他的欣赏与爱意，没想到现实里却又对别的女人相拥入怀。姐，你没事吧？哼，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陆春明被对了一下，换做平常怎么也得对回去，但谁让姐姐今天心情不好呢？现在伤心，但总好过上一世被脚踏3只船的许文杰拖着不肯结婚，最后差点割腕墙。陆春明带着路遥回到家，便见到陈香兰跟林婉清正往家抱白菜。你俩回来的正好，东安市场来了批不要票的白菜，快跟我去抢。妈，我累了，先回屋了。春明，你姐咋了？刚才跟他吵了2句，生我气呢。你看你老欺负你姐干啥？算了算了，快跟我们去抢白菜去。妈，我还有点事，回来再帮你们去抢。艳红姐，我带胡子出去溜达一圈去。那你可看着点。你知道的，我一直把胡子当亲儿子看。去你的，天天没个正形。陆三，你带我去哪啊？帮我整个人。我就知道汽水不是白喝的。胡子看见那俩人没？你一会过去。胡子，把汽水留下，我先给你拿着。我不给，万一你给我喝了咋办？谁稀罕喝你那破汽水？我是怕你拿着不方便，影响你发挥。给你拿着吧。爸爸，爸爸。你这孩子是谁啊？怎么乱认爸爸？爸爸，我是胡子啊，你不要抛弃我，求求你了，妈妈还在家等着你呢。徐老师，他是你儿子吗？原来你都结过婚了。我没结婚，我都不认识他。爸爸，求求你了，你不要丢下胡子。我知道妈妈身体不好，爸爸照顾妈妈很辛苦。如果爸爸累了，想找其他姨姨，我和妈妈都会同意的。只求爸爸不要抛弃我。小朋友别怕，我是不会抢走你爸爸的。哼，徐老师，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都结婚有孩子了，还招惹我干啥？小芳，我没有结婚，你听我解释，你这孩子到底谁家的？怎么能胡乱认爸爸呢？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我爸，我当然认识你。你叫许文杰，我叫许大虎。你说老虎是百兽之王，将来好为咱老许家光宗耀祖。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徐老师，人家连你名字都喊出来了，你还想骗我？我真是看错你了。枉我还把你当老师一样敬重，你竟然抛妻弃子，简直禽兽不如。小芳，我真的不认识他。你到底是谁？当许文杰回头找胡子的时候，胡子早都跑没影了。有了这个小姑娘的宣传，看你人设塌房了以后还怎么勾三搭四。陆三，这汽水味不对啊！你刚才往里面吐口水，那味能对了吗？陆春明带着胡子回到家，发现陈香兰跟林婉清已经将白菜抢回来了，堆在墙角像小山一样高。妈，你是整这么多白菜，咱家能吃完吗？趁着便宜多抢点，不然等临近年关，买菜会特别贵。这白菜能放得住，还可以腌点酸菜，实在不行还能给你哥送点。我就知道，老妈最疼的还是大哥。你说这话有没有良心？家里缺你吃还是缺你喝了？你大哥以前对你不好吗？看你还急了，我不就是逗你玩的吗？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苏萌的声音。春明，我是苏萌，你在家吗？春明，你怎么这么狠心，这么久都不来找我？我们很熟吗？春明，你还在生我的气吗？我知道当初是我糊涂，想让你替我去下乡，我只是觉得你是个男人，吃点苦怎么了？等到时候我在城里站我的脚，再想办法把你弄回来。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一片苦心呢？那你还真是煞费苦心呢。春明，我听说你当小组长了，我特意来恭喜你，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我一定能做一个好妻子，全力支持你的工作。孩子死了，你来奶了，早干什么去了？苏萌，你究竟要演到什么时候？累不累？春明，你说什么呢？我是真心的。真心？你的真心是看到我当小组长了？如果我现在还是个一文不值即将下乡的街溜子，你还会站在这里跟我说真心吗？当然会了，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又不是其他的什么。我最喜欢春明了。哼，你今天能来找我，不是因为你多喜欢我，只是因为你发现你看走眼了。你扔掉的不是一块石头，而是一块蒙尘的金子。你后悔的不是失去我，而是失去一个未来可能让你更有面子的丈夫。苏萌，你爱的从来只有你自己。不是的，我是真的喜欢你。况且你想想，如果没有我刺激你，你能有今天吗？你应该感谢我。省省吧，你的爱太廉价，我陆春明要不起，请你以后别来烦我了。陆春明，你别得意，你不就是个臭陈景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以为除了我还有人要你这个街溜子吗？春明，该吃饭了。这个就是你以前提过的那个前女友吗？
我太难了。现任老婆跟前女友见面了，怎么办？在线等。陆春明，他是谁？跟你介绍一下，林婉清，我的合法妻子。啊，你结婚了？不可能，春明，你一定是骗我的，对不对？你爱信不信？啊，我只希望以后你能别来烦我了。婉清，咱们回家吃饭。春明，你难道忘记你对我说过的话了吗？你说过会永远爱我的。况且，咱们那么久的感情，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算什么？当然是算我眼瞎了。陆春明，你别后悔，我一定会找一个比你更好的。随便你，但是请你永远别再出现在我面前。再见，不是再也别见。关于你这个前女友，就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都是年少不懂事，被迷了眼。我发誓，现在只爱你一个。松开我，被别人看见了。看见又怎么了？我自己媳妇还不让牵手了。快点回家吃饭了。几天后，陆春明来到车站上班。这趟火车是与三组一起执勤，三组的组长叫江元朝。陆春明对他印象很深，铁面无私，无论哪个职工乘坐他的火车，一准要掏钱买票。陆组长，你迟到了。我们身为组长，应当提前1个小时赶到站台，集合队员，维持秩序。江组长，咱俩是平级，你怎么逮着谁都训一顿？还是先管好自己吧。哼。火车上执勤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小偷可以抓，大部分时间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巡逻下来一圈也并不轻松。喂，同志，货架上怎么能躺人呢？掉下来砸到人怎么办？快点下来！乘警同志，那你给找个座呗。我上哪给你找座去？实在不行，你在座位下面铺张席子躺着，赶紧下来啊！回头我要看你还在上面，就要对你罚款了。你好，同志，又见面了。你是？我叫李明豪，就是上期那位被人讹了2块钱的那个乘客。哦，记起来了，以后碰到这样的事记得先找乘警。谢谢同志的嘱托，我其实并不是在乎这2块钱，当时主要是被骗了，心里不舒服。上次你帮了我，也没什么好感谢的，我把这盒磁带送给你吧。靡靡之音，你这可是属于走私违禁品，拿这盒走私的磁带送给我，你就不怕我把你抓起来？陆组长，别这么紧张，我是东莞仔，这盒磁带也是我从那边黑市顺道买的。你倒是蛮聪明的，知道怎么能撇清关系。说吧，接触我是想做什么？陆组长果然是聪明人，也是个痛快人。实话实说，其实我有件事求你，我有2个朋友，因为贩卖碟手套帽子被当作投机倒把抓起来了，就关在你们铁路局，你看能不能帮我照顾一下2个人？什么意思啊？想让我知法犯法，帮你捞人？那你找错人了。我这人是喜欢用些不正规的手段，但知法犯法的底线我还是能守住的。陆组长，话说太严重了，其实是我这次去京站没能见到人，我只是希望陆组长能在他俩出来时，把这些钱交给他们，让他们能有钱坐车回家。如果是这样的话，没什么问题，但我还是奉劝你一句，以后别落到我手上，不然我可不会顾虑什么情面的。另外，这盒磁带没收了。陆春明并不是看不起李明豪这种投机倒把的人，反而这种人在改开之后会直接大鹏展翅，成为站在风口上的人。只是现在他还不能这么做，但帮个小忙结个善缘还是可以的。而正准备返回卧铺车厢的陆春明，却撞见了江萌萌。陆组长，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放心，我是不会说出去的。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说吧，有啥事求我？你看你，我是那样人吗？你是？你看人真准，其实就是件小事，你能不能把那盒磁带送我？想要这个，只是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啊！我这突然有点累了，肩膀有点疼啊，要是有个人帮忙按按就好了。这不太好吧？捏个肩膀，又不让你干别的，去你那广播室，乘客也看不见。那说好了，只给你捏肩膀，你得给我这盒磁带，不许反悔。5天后，陆春明执勤结束便返回了京城，只是一进家门，你们俩屁股撅得跟油壶一样，干什么呢？这不是天冷了，我就跟工作的茶摊提了个建议，准备进一些棉线棉帽卖，我们也能多赚点钱。但是生产棉帽的国营厂，人家都嫌茶摊太小，不愿意提供，这不正让婉清帮我想办法呢吗？还别说，姐姐被渣男伤心以后，这做生意的天赋立马觉醒了。春明，你有没有认识的人能帮我进点货？这事交给我了，明天我去给你打听打听。吃过晚饭，陆春明跟林婉清回了房间，只见桌子上有一封被拒收的信。婉清姐，这是？
小陆啊，知道你鬼点子多，这次这件事你看看能不能想出个办法。唐局长，有什么事你安排。那我就直说了，前段时间雷队长为京站增加车次线路的事，向部委申请资金，结果因为部委资金不够被否了。所以我秉着有早没早打一杆的心思，想让你想想有没有什么办法为咱们铁路采购火车筹集资金。老唐，虽然这小子鬼点子多，但是这种事情不是靠鬼点子能解决的，连部委都没办法的事，还能指望一个小同志吗？老雷，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咱们都老了，以后是年轻人的时代，万一小陆有想法呢？陆春明知道，如果无法增加车次线，那他就没法在明年车次线升任警长。上一世这个节点发生过什么事？陆春明翻找着上一世的记忆，希望能找出破局的办法。有了，要让雷队长失望了，我还真有点想法。有可靠消息，西德那边最近有一艘退役的老旧驱逐舰，正准备放到当地公园工作展览。我说要买火车，你跟我说买驱逐舰有个屁用？驱逐舰还能上火车道跑不成？你看又急，先让小陆把话说完。我相信小陆不会说没用的信息。还是唐局懂我，驱逐舰当然不能在火车道上跑，但如果我们能低价买回来，然后卖给其他兄弟部门，咱铁道部在中间赚个差价，一艘驱逐舰再是破烂也能值不少钱。像你说的，西德有艘驱逐舰准备放公园展览，可那肯定是已经报废的。我们搞过来后，你觉得应该卖给什么单位？我准备拆开了分2步卖，让利益最大化。这第一步先卖给军工厂，虽然关键技术的零部件肯定被拆光了，但西德的军事技术能力是摆在那的，哪怕是淘汰掉的技术，依然值得我们学习。第2步就只能当破烂卖了，但这可不是一般的破烂，驱逐舰耐用的都是上好的钢板，只要卖给轧钢厂，加工成其他成品，轧钢厂绝对有的赚。哦，小陆能想到把一艘舰艇卖给2家，这很有生意头脑吗？当的乘警简直屈才了，要不要来我这？老唐，这事情8字还没一撇呢，就想着在我这挖人了。唐局妙赞了，我还是喜欢当乘警，跟着雷队长能学习不少东西。年轻人不急不躁是个好苗子。老唐，快别说没用的了，赶紧联系部委，火车增加线路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咱们争取年前咱们能搞定这件事。你们等我消息，我现在就去找部委说一下，尽快促成此事。他们不同意，我就赖他们，那不走了。陆春明来到管教所，在外面蹲了1个多小时，腿都快蹲麻了。里面的管教才将丁远明跟丁石头2人放出来。哎，你们俩等一下。同志，我们认识吗？我是京站乘警队的，有些事需要向你们咨询一下。不是吧，乘警同志，该交代的我们都交代了，货物也被你们扣了，我们就是卖了点棉帽子，还要揪着不放啊。是啊，同志，我们也是为了生活，又不是到腾出口违禁品。你们俩不用紧张，我也算是受人之托。有一个叫李明豪的人，你们认识吧？豪哥，你们俩刚出来，这是5块钱，他让我给你们俩当路费。你是豪哥的人，太好了。为了把家乡企业的东西倒腾出去卖，李明豪想了个办法，准备和一名火车上的乘警合作，然后利用乘警的职务之便，给他们大开方便之门。你们跟我来，带你们去个地方。远明哥，他们为什么都看着咱俩？那是因为你们俩太招眼了，都进澡堂子了，还跟个大姑娘一样扭扭捏捏的。这是开水吧？退猪毛呢？小同志，外地来的吧？那你可要好好泡泡，体验一下咱京城的澡堂子文化。没错，小同志，您今个儿舒舒坦坦的泡上2小时，等你再出去，保管你走道都是轻飘的，舒坦着呢。你们俩再不下来，只会被人当猴看。2人意识到问题，对视一眼，下定决心，直接跳进池子。水池是要一点点下来的，你们直接跳下来，谁也受不了啊！算了，知道为什么带你俩来泡澡吗？那肯定是豪哥安排好的。是我这人喜欢敞亮点，只有在澡池子里，大家才能坦诚相见。是够坦诚的。陆同志，你一定和我们豪哥谈好了吧？那等我和石头回去，就再带来一批货，你可要给我们行个方便啊！我们会给你好处的，到时候挣的钱给你分。我说过给你们行方便了吗？陆同志，你不是和豪哥都联系好了，现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做这些事和你们嘴里说的那个豪哥都没有关系，我这有桩小生意，想找你们帮个忙。这不还是合作吗？只要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查我们的货物，违法的事我不会做，这也是我的底线，所以我奉劝你们2个投机倒把的事不要做，不然我看见一次就抓你们一次。那你说的合作是什么意思？我想从你们那协调点保暖用的棉手套、棉帽子卖，你们手里有货吗？提前说一句啊，我指的是正规的货，能拿到批文的。丁远明2兄弟却并未说话，只是相互对视了一眼。怎么是没有这样的货，还是不愿合作？货倒是有，就是你这属于什么合作方式？你这要了货是准备自己倒腾吗？我有个朋友在京站广场的小茶摊工作，想该卖点保暖用品，
茶摊是街道办的集体单位，所以来源必须得正规。原来是这么个合作法，那太好了，我们那儿也是正规企业。你们是正规企业，那还搞投机倒把？甭蒙我，我是要带批文的。陆同志，您是乘警，我哪敢骗你啊？我们村办企业冬天生产保暖品、棉鞋、棉手套、帽子，夏天生产塑料凉鞋。既然有正经的社办企业，现在全国统购统销，根本没必要走在法律边缘，除非是这几个人想自己捞点。陆同志，你别乱想，我们这样倒买倒卖也是没办法，逼不得已。因为我们是村办企业，虽然生产种类不少，但是跟那些国营大厂完全没有竞争力，东西生产出来了，根本销售不出去。那既然这样，批文也应该没问题吧？太没问题了，我们本身就是正规的，您这属于帮我们找了个销路呢。我刚才跟你说了，就是个小茶摊，要也要不多。没关系，苍蝇腿也是肉，最起码我们村的货能卖到京城了，这就相当于有了个好口碑，对于我们现在刚刚起步的社办企业太重要了。陆同志，太谢谢你了，你这属于帮大忙了。好了，你也不用感谢我，你们和茶摊属于正规合作，但是有一条得记住了，质量必须保证。这你放心，你要是担心质量，前期可以压货，卖不掉或者不好卖，你让你那朋友给我们退回来，我保证不收1分钱。搓完澡的两人被陆春明送上了返程的火车，并跟陆春明定好5天后带着货来。一转眼便到了陆春明执勤的日子，一来到城警队就被雷队长给叫到了办公室。雷队长，事情是办妥了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只差一个知根知底的翻译。陆春明听到翻译2字，眼睛猛地亮了，他知道林婉清从小就精通英、德3国语言。雷队长，翻译你有眉目了吗？你老问翻译干啥？部里在找。我这不是着急吗？我倒有个人选，绝对知根知底。哦，是谁？我爱人林婉清，德语、英语、俄语他都会。林婉清，等等，他父亲难道是？怪不得会多国语言，原来是老连的闺女。你小子是捡到宝了。你看，既然你也认识，那让婉清给您当翻译最合适不过。他的能力我信，可他父亲的事是个坎儿。雷队长，她现在是我陆家的媳妇，我家3代贫农，根红苗正，再有您担保，肯定行。你先说说为什么这么积极推荐林婉清？我这不是想为咱京站尽一份力吗？举贤不避亲，我也懂这个道理。你小子，我还不知道你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跟我说实话。还是雷队长了解我，我有一个请求。哼，我说你怎么这么积极？原来在这等着我。说吧，什么条件？快过年了，婉清她想爸妈了，就想见一面，求您帮忙疏通一下。如果我不帮这个忙，这翻译你还让不让他干？为京站出力是分内的事，我刚才的请求您只当没听见。陆春明啊，陆春明，你小子给我出了个难题。好，我答应你，但有个前提，这趟西德之行必须成功。陆春明跟其他队调了下执勤时间，立马返回家中，将要到西德买军舰，以及想让林婉清给雷战哥做翻译员的事说了一遍。要出国啊，那么远。是啊，这件事很重要，你要是帮我们京站办成，等于帮我立了大功了。到时部里看我表现突出，说不定赏我个局长当呢。等那时你就是局长夫人了。关于谈成了可以让林婉清见到父亲的事情，陆春明并没有直接说，这一切还是要看最终结果，不然没能拉回军舰，岂不是让林婉清空欢喜一场？既然是你工作上的事，有需要，那我可以去一趟。那是西德，很远的，再加上不知道要交涉多久才能回来，你就不再考虑一下？一直都是你在帮我，好不容易能帮到你，多远我也愿意跑一趟。那好，事情挺急的，雷队长想明天就出发，你今天在家好好收拾一下要带的东西。第2天，陆春明也跟着出国队伍来到了机场。我不在家，没法给你洗衣服了，你就算不想洗，也不要把袜子塞到床底下。知道，我找我2姐洗。另外去西德，你不用有压力，只需要负责好翻译就行。至于最后能不能成功，也不是你的问题。有雷爷爷这次亲自过去，如果都谈不成，哪里还有什么其他办法？你放心吧，我也会尽力的，争取不给你丢脸。马上要登机了，为了咱俩表现得像夫妻一点，临别之际来个拥抱吧。林婉清刚犹豫了一下，就已经被抱进了怀里。到时间了，快去登机吧。送完林婉清，陆春明就恢复到了日常的工作中，眼瞅着到了跟丁远明2兄弟约定的送货时间，却怎么也没等到2人，随即便又去找王凤氏打听消息。王处长，我能不能向你打听点事？陆组长，雷队长在的时候，你不是挺胆大的吗？怎么雷队长走了，你反而越来越客气了？有什么事你问就好了。不知道咱们京站有没有抓到2个从南方来的人，叫丁远明跟丁石头。陆组长，要是记得没错的话，你前段时间就打听过这俩人，这俩人可是投机倒把的惯犯，陆组长还是不要跟他们有什么牵扯才好。
果然是被抓了。随即陆春明便将茶摊需要一批保暖品，拜托丁氏兄弟从正规渠道购买的事情说了出来。既然是公对公，应该有合规手续才对，为什么那俩人还被3组的江源潮给抓了？由于这次涉及的物资数量多，搞不好还要判刑。物资数量多，说明就是给茶摊送的货，可是怎么会被抓呢？不是说好带批文的吗？王处长，我能不能见见这俩人？那行，具体情况我也不了解。如果按照你说的情况，对方有批文，江组长是没道理抓人的。正好你去问问是不是搞错了。陆春明当即带上王凤石开的条子，直奔铁路分局。当丁远明被带到会见室，见到陆春明时都快哭了。陆组长，你可算来了。我问你，怎么回事？管我呢是吧？没有批文，你还敢往茶摊送？你是要害死茶摊吗？陆组长，我冤枉啊！我们大队感激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害你呢？我只问你一句话，到底有没有批文？有，当然有。豪哥专门跑到公社批的。既然有批文，为什么还会抓你？我哪里知道啊！当时我把批文拿出来给那乘警看了，可他说没用，非要把货扣了不说，还要把我们抓起来判刑。陆春明觉得有些奇怪，丁远明说有批文，不像撒谎的样子，也没必要撒谎。可这个江源潮为什么还要抓人？陆组长，你可得救我啊！货物可以不要，但我不能坐牢啊！你放心，只要你手续合规，我肯定把你弄出去。你先安心待着，我去查清楚怎么回事。陆春明带着疑问返回了乘警队，向王凤石说明了情况。王凤石明白这次应该是江源潮为了立功，没有管批文的事，强行抓的丁远明，随即就给江源潮打了电话，让他来办公室。小王秘书，你找我正好，我也想找你呢。我在京广县执勤的好好的，你咋把我调到京哈县了？那地方鸟不拉屎的，冻死个人，你能不能再给我换回来？那总要有人去吧？你要实在不愿意，那我现在给雷队长打个远洋电话，你当面请示他。不用，雷队长在干大事，这点小事那值得麻烦他老人家。其实我就是想多抓坏人，保护革命群众的财产安全。你看前几天我在京广县表现多好，逮到一条大鱼。江组长，这次叫你过来就是要问你前2天抓的那人的事情。你上次抓的那2个投机倒把分子到底怎么回事？你说那俩人啊，还有啥事？不就是搞投机倒把被我当场抓获了吗？我怎么听说人家有公社批文，属于正常运输呢？你听谁说的？你别管听谁说的，我就问你有没有这回事。有。既然有批文，人家合法合规的运货，那你为什么要抓人家？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我跟你说，江组长，你心里那点小九九我很清楚，为了立功强行扣人是吧？小王秘书，你误会了，我怎么能随便扣别人货呢？你听我解释，对方有批文不假，但是没有接收单位。什么意思啊？有接收单位啊？可是人家都没来得及见接收单位，刚上火车就被抓了。陆组长，可能你刚工作没多久，对这些流程不懂。江组长说的接收单位是指接收手续，一切都要公对公，防止对方拿了批文，结果转头去倒卖。那这好办啊，我让茶摊补个手续就行。这样也行，这只能算流程方面出了问题。那你去茶摊补办手续吧，然后直接把人提走就行。不成，我不同意，这俩人不能提走。没必要吧，江组长，说到底只是手续上的疏忽，就这样给2人判了刑，未免有点苛刻。你这话就不对了。据我所知，这2人是有前科的，即便是手续上的疏忽，那抓了也不冤枉。江组长，有前科也和这件事无关，总得给人家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我说小王秘书，你这是啥话啊？我咋听着你是要替罪犯说话？这要是传出去，怕不是让人家以为你们是穿一条裤子的呢？你行了，小王秘书，你不用说了，这件事我已经请示过唐副局长了，他也发话了，这件事必须要给2人判刑，以示警戒。王凤石一听唐副局长也同意了，那这件事就不好办了，有些抱歉的看向了陆春明。王处长，这件事你就别管了，我去找唐局长。陆组长，你说你这是何必呢？为了2个投机倒把分子，诚心和我结梁子是吧？没那个意思，你干万别多想，我就是觉得这事做的有点过分了。过分吗？哪里过分？我觉得合情合理。既然你觉得合情合理，那咱们一起去找唐局长理论理论。你别拉我啊！陆春明刚才就发现江源潮提起唐副局长时就有些闪烁其词，看着一本正经，实则底气不足，一看就没说实话。当陆春明跟江源潮来到办公室，给唐秋生吓了一跳。你们俩进来都不知道敲门的吗？唐副局长，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怕什么呀？乱扯！我做什么亏心事了？唐副局长，雷队长去了国外，把京站交给你，结果你说你天天忙得脚不沾地，没空去乘警队，合着你就躲在这喝茶看报啊？这不是亏心事是什么？那又怎么了？唐局长打了一辈子仗，就不能喝喝茶看看报享受享受了？整个京站在唐局长的管理下，不也是正常运转吗？你这是在污蔑革命老同志，是在抹杀他们的奉献。我就开个玩笑，你至于上纲上线吗？行了，说说吧，你俩来是有什么事吗？唐副局长，我这边有2个人。唐副局长，你还记得前几天我抓了2个投机分子吧？涉及的货量挺多的，你说要给他们判刑。是有这么个事。陆组长，
你看我没说错吧？咱们就别在这打扰唐局长享受了。不是什么玩意我就享受了。这江元朝说话是真难听，怪不得30多了才是个小组长。这话可不是我说的，刚才是陆组长这样说的。行，你们赶紧走吧。唐局长，我今天过来是想让你帮我断理。刚才唐副局不是都说了，你不是都听见了吗？怎么还在这纠缠？刚才只是你说的，我还没说呢，唐局长也没说呢，你急什么？心虚了吗？我心虚什么？都定性的事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别吵了，吵得我头疼。小陆，你先说说吧。随即，陆春明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都跟唐秋生说了一遍。江元朝人家有批文，那你为什么要抓？缺少手续，补办一个就是了。我当时跟你说了有批文，你不是说要给俩人判刑啊？你说过有批文吗？我怎么没印象了？年纪大了就是好忘事。不对，你当时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我记得你好像说那人故意利用有批文把货运到火车上，要去倒买倒卖，证据确凿还不承认，这不是一个意思吗？哪能是一个意思吗？你这办事也太不靠谱了。人家本质上并不是在投机倒把，无非是缺少一道程序，你硬给人家安个罪名，像什么话？那唐局长，你看这是怎么处理？还能怎么处理？人家好心给咱京城调货，支援这边的市场经济，赶紧去把人放了呀。那好，我现在就去茶摊补办下手续。算了，关了人家好几天了，赶紧放人吧。至于手续，你回头跟他们说一声，下次别忘了就行了。陆春明来到铁路局，将丁远明两兄弟与货物接了出来，带着两人给茶摊送回。虽然茶摊小，但靠着火车站人流量巨大，很快吸引了不少人。一个上午的功夫，竟然就将丁远明两兄弟带来的货卖了1/3，利润足有好几百块钱。于是陆遥当场决定让丁远明回去继续加大生产，翻倍采购。一转眼半个月过去了，林婉清也从西德回来。婉清，这次没有你，咱们就要空手而归了。经过估算，把这辆军舰从海路拉回来，最终的利润差不多能有300多万，造几辆火车绰绰有余。你想要什么奖励？雷爷爷必须奖励你。雷爷爷不用感谢我，这是陆春明交代给我的任务，我只是做好自己的职责。你不用把功劳往那小子身上来，你才是立了大功的功臣。同样是两口子，差距怎么就这么大？你家那口子不给奖励都能主动要。那如果队里实在要给奖励，就给春明吧。雷战哥笑了，没有再说什么，拿起旁边的电话，让王凤石来办公室一趟。雷爷爷，那你先忙，我先回去了。小婉清，先别着急走，等一会。雷爷爷，您是不是还有别的安排？这时雷战哥的秘书王凤石带着一封信走了进来。你的安排倒是没有，只是我得完成某人给我的安排。来，拿着。这是介绍信。雷爷爷，你这是？上面不是写着你爸爸的名字吗？有时间去看看他吧。林婉清感觉像做梦一样，这些年写了无数封信，想知道父亲是否还活着，结果都像石沉大海一样，无人帮他。如今他竟然可以去见父亲了。雷爷爷，谢谢你，真的特别感谢。你不用感谢我，说实话，我很同情你家的遭遇，可像这种事，我不想被牵扯进去。但谁让这是陆春明跟我讲的条件呢？是他主动跟我建议，让你做我的翻译员，但条件是希望我帮你见到你父亲。春明，林婉清本以为自己去当翻译是为了报答陆春明家的恩情，结果没想到最后竟还是陆春明在帮他。还有一件事，我想问问你的意见。前一阵陆春明让我帮你在金站安排一份工作，但是以你的才华，我觉得在金站太屈才了，所以你想不想去外交部工作？雷爷爷，你是担心你的政审吧？这一点先不用在意。现在你嫁给了陆春明，户口上是没什么问题的。当然，这并不是我的提议，是跟随代表团的外交部提出来的。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他们很需要你这样一个全能型人才。你也不用急着答复我，回去先和陆春明商议一下。婉清姐，你怎么突然回来了？队里也没通知，我好去机场接你。你怎么哭了？没关系，买不回来军舰也不是你的责任。婉清姐，这可是你主动报上来的，可别说我耍流氓啊！春明，谢谢你。婉清姐，你这次回来怎么神神叨叨的？谢我什么？让你公费旅游吗？雷爷爷都跟我说了，是你帮我跟他提的这件事。雷队长帮你了，我也就是随口一提，要感谢你也应该感谢你自己。你要是不会外语，就算我求他也没用。婉清，你回来了。我说姐，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暴力？你这个样子真没人要你，告诉你多少遍了，要温柔，要淑女。废话真多，今晚上婉清跟我睡。凭啥？这我媳妇白跟你睡啊？那你开个价，还算良心价。我说的是一张大团结。爱要不要？不要拿回来。要，好歹是1天工资，不要白不要。切，婉清好久没见你了，我都想你了，快跟我走。
婉清，真好听啊，这歌。你不在的时候，我自己都不敢听。我知道他的歌，好像他比别人多长了4颗牙，所以音色比别人更宽。真的吗？那他真是天生适合唱歌。我还听说他还喜欢男人。真的假的？他喜欢男？小点声，别被听到了。不一定是真的，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听谁说的？是我这次去西德认识当地的一个小姑娘，是她告诉我的。好了，很晚了，我回去睡觉了。你不陪我睡了，我都花过钱了。我还是回屋睡吧。春明晚上老是蹬被子。你该不会喜欢上我弟了吧？你别乱说，我怎么可能喜欢他？切，我信你才怪。陆春明正睡得迷迷糊糊，就听见房门被打开的声音。你怎么不穿衣服睡觉？婉清姐，你不是今晚上跟我姐睡吗？怎么又跑回来了？我想跟你聊聊。聊什么？是想问怎么去找你爸是吧？我给你想好了，大后天正好轮到我跟车知情，你跟着我上车就行。现在临近年关，火车上还挺乱的，我还能照顾你一下。以后别喊我婉清姐了。那喊你什么？婉清同志吗？就喊我婉清好了。婉清，婉清，婉清。干嘛啊？讨厌，不想理你了。你看你这人一点不经斗。对了，雷爷爷跟我说让我去了外交部工作，我想问问你的意见。这是好事啊，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当然去啊，以后有个外交部的老婆说出去也有面子啊。第二天，陆春明便带着林婉清去百货商店去采购东西，吃的用的买了一大堆。春明，够了，买的已经够多了。别不舍得，你好不容易去看你爸妈，多买点东西。春明，怎么样，超级感动吧？是不是有种爱上我的感觉？你怎么这么讨厌？不理你了。2天后，陆春明带着林婉清坐上了京广线的火车。这一路，陆春明将所有事都安排好了，一点没让他操心，也让林婉清心里升起一股暖流。这辈子除了他的父母，还没有人这么照顾过自己。按照约定，林婉清在父母那待了2天后，便要跟陆春明一起乘火车返回。离别之际，虽有很多不舍，但能见到父母一面，已经让林婉清感到满足了。叔叔阿姨的身体应该没事吧？刚开始受了点罪，不过现在给当地孩子教书呢，哪里人还挺尊重他的。既然没事，你也可以放心了。有时间的话，我再让雷队长给你开介绍信。春明，我把咱们结婚的事情跟爸妈说了。那叔叔阿姨对我的印象一定糟糕透了吧？毕竟以前我是一个街溜子，成天惹是生非。不是的，他们对你印象很好，我爸还夸你呢。陆春明跟林婉清聊了一会，便去执勤去了。回到京城，陆春明感觉自己身上都快馊了，便让林婉清先回家，自己先去澡堂泡个澡。没想到刚出站台就被叫住了。陆组长，你是最后一个到的，正好现在人都到齐了，雷队长要开会。开什么会啊？我这刚到站，总得让我休息1天吧。这次是月底小组考核评比，所有小组必须参加。另外开完会后会发工资和过年福利。那还等什么呢？赶紧的吧。一听发过年福利，陆春明一改疲惫状态，拉着王凤石就向着会议室赶去。哟呵，陆组长来了，来坐我旁边。其实今天你不该来的。邓海荣今天春光满面，只因这个月抓捕走私犯，他们一组抓的最多，这个月的考核分肯定是他们一组的。怎么说？你想想啊，这个月你一个走私犯都没抓到，还来开会，这不是等着被骂吗？陆春明知道这次评比他们组绝对是倒数第1名，为了不被骂得太惨，在来到会议室之前便套上了上次护送技术员时被狼抓破的军大衣。没关系，骂2句也少不了1块肉，只要工资福利不给我少发就行。我就佩服陆组长这一点，对任何事都能油盐不进的样子，我就好奇了，你说你这厚脸皮的心态是怎么练出来的？谢谢邓组长夸奖啊，不过你还是别学了，正所谓脸皮厚吃块肉，我怕你再跟我抢食。大家辛苦了。经过这1个月的考核，咱们京站的秩序明显比以前好了不少，这离不开大家的努力。雷战哥滔滔不绝地讲着这个月的成绩，简直让陆春明昏昏欲睡。直到雷战哥讲完，让王凤石念考核成绩，陆春明才来了精神。6组0分。是0分，又不是给你加分，你还挺骄傲啊。没扣分就算好事，说明我们组还是很吃苦耐劳的。我看陆组长还是留着劲，等会给我鼓掌吧。好说，回头请我吃饭就行。第5组0分，第4组0分，第3组1分，第2组0分，第1组0分。小王秘书，你搞错了吧？我们组抓的走私犯最多，怎么可能是0分？你们组虽然抓捕走私犯最多，但是不少人反映你检查行李时，每次都是强行检查，没少引起混乱。那我不也是为了检查吗？这叫宁错杀1000不放过一个。你把我们当什么了？你这种行为是强盗逻辑，为了立功就不顾老百姓的隐私吗？小邓，你也不要气馁，虽然你抓的走私犯最多，但考核标准也要综合来看。从这一点来讲，小江那一组最适合。不但抓捕多名走私犯，还刚正不阿地维持了买票制度。这句话一出，在座的都明白为什么把考核分给了3组江元朝。别伤心啊，邓组长，等晚上你请吃饭，我陪你喝点。你要是觉得不尽兴，
咱可以点2瓶毛子，我一准陪好了你。辛苦忙活1个月，结果跟我一样零分，我估计这邓海荣今晚是睡不着觉了。正当陆春明以为会议结束，马上可以领工资时，雷队长，我要举报6组组长陆春明勾结走私犯。小陆，这是怎回事？雷队长，我和你一样，也不知道江组长是什么意思，总不能因为这个月我们组没抓到走私犯，就说我们勾结走私吧？雷队长，我可不是冤枉他，你可以到咱们铁路局拘留所去问问，陆组长将人放出来后还给他们钱。小陆，有这回事吗？有这回事。你们看，我没冤枉他吧？我们大家辛辛苦苦抓来的走私犯，你回过头却给放了，还给他们钱，这是什么意思？你把人家钱跟货物没收了，我给人点回家路费怎么了？这牵扯不到勾结吧？怎么就不是勾结了？他们是坏人，你给他们钱，这不明摆着打我们城警队的脸吗？江组长，别上纲上线，这怎么能叫打咱们城警队的脸呢？我觉得反而体现出这是咱们城警队为人民着想的行为。更主要的是，这些人只是贩卖点农产品，贩卖点生活物资，为了糊口挣点钱，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多大的罪过。我可不认同你这个观点，他们搅乱了市场，破坏了计划经济，抓他们是我们铁警的职责。雷队长，我想问问你，这帮走私犯已经为自己的行为受到了惩罚，那出来后是不是正常的公民呢？那肯定是，该扣的也扣了，该罚的也罚了，他们自然也属于合法公民。既然是合法公民，我和他们接触不算违法吧？你强词夺理。行了，这件事就这样，散会。陆春明，你跟我来一趟办公室。陆春明跟着雷战哥刚进办公室，一把枪就被拍在了桌子上。不是雷队长，你这是做什么？走私犯我抓，我以后抓还不行吗？没必要动枪啊，就算我表现不好，也罪不至死吧？你小子也有怕的时候，送你的。这次我们京站能有资金造火车，还得多亏你提出的主意。这把手枪是我打仗时随身携带的，德国制造，就当奖励给你了。你早说啊，刚才差点把我吓尿了。哎，雷队长，这里面怎么没子弹啊？要什么子弹？就是给你留作纪念的。要是不想要，就还给我。说实话，我还真不舍得给你。要，我要。不准带到火车上，留在家里就行。没事的时候拿出来保养保养。放心吧，雷队长，我肯定把它当婆娘一样爱护。看你那嘚瑟样，赶紧走，要不然别怪我反悔。70年代铁路的福利就是好，陆春明基础工资49.5元，加上补贴，一共到手54.2元。另外发放福利：1箱酱油，1箱醋，每箱有4瓶；盐和味精每样4包，香油2小瓶，花生油1瓶，红糖和白糖各2包。除了这些，还有一些糕点和面包。陆春明将东西装上车，便大包小包的驮着东西回家了。春明执勤回来了，我的乖乖，这个谁烧的东西啊，这么多？妈，今天发工资，单位提前发的年货。哎呦，我的老天爷，这么多的年货，这一整箱都是酱油吗？这得吃到猴年马月去。吃不完就送人呗。你个败家玩意，你家开酱油厂的啊？说送人就送人，一点不会过日子。真好，还有这么多油，这么多糖，今年可算能过个肥年了。妈，高兴咱回家高兴去，这胡同口怪冷的，到家您摆炕上慢慢看。等等，先别回家，你推着车陪妈在胡同里溜达一圈。妈，我这刚下火车，骨头都快散架了，还想着一会儿去泡澡解乏呢。就一会儿，晚上妈给你做好吃的行不？那我想吃肉，这几天在火车上天天吃素，肚子里都没有水了。陈香兰一口答应下来，随后便拉着陆春明在胡同里转。宋大姐，这是去买菜啊？是香兰啊，我这正要去菜市街看看呢。春明都这么大人了，怎么见着人也不知道喊一声？宋大妈好。春明，执勤回来了，这是给谁家烧的东西吗？不是给谁家烧的，是我们家春明今天发工资了，还提前发了过年的福利。你瞧，发了这么多，拿都拿不下。要我说啊，就不应该发这么多，吃不完不是浪费了吗？我就管不住这张嘴。哟，他李婶来了，是拎着瓶子干啥去？我去前面铺子打半瓶酱油。半瓶哪够？刚才我也想打酱油来着，结果我家春明回来了，给整回了1箱。他们单位发福利，你瞧瞧，这有白糖、红糖，还有香油呢。香兰站这干啥呢？马大姐啊，我家春明单位发的东西太多了，推着怪累人的，在这歇会。妈，咱回家吧，怪冷的。算了，你先回家吧，把你爸换出来。爸，我妈喊你呢。喊我干什么？我单位今天发了点福利，让你推着自行车转2圈。发了福利不带回家，在外面转什么？你妈就会炫耀，我可不去。反正我把话带到了，回头老妈骂你，跟我可没关系。我去洗澡了。陆国庆犹豫了一下，刚抬屁股，还是觉得丢人，索性继续看报纸。而等了半天不见人的陈香兰拖着自行车回到了大法院。陆国庆，你死哪去了？当陈香兰2口子忙着争吵时，陆春明已经到了澡堂子。孙叔，你这最近生意不错啊。这不最近招了个女修脚工吗？怎么样，长得漂亮吗？肯定漂亮，要不然这澡堂子能上这么多人吗？
在哪呢？让他给我修修脚。那你得等会了，前面还有10几个人排队呢。老孙，你这是办的这不地道了。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新招女修脚工都不给先安排。行，我等会安排一下，等这个修完就喊你。陆春明来到修脚室，一进门就愣住了，因为修脚工不是别人，正是绿茶苏萌。还真是冤家路窄。陆春明，怎么是你？怎么就不能是我？苏萌同志，这段时间苏萌为了逃避下乡，一直东躲西藏，还是亲戚看到大众浴池招女修脚工，劝她来大众浴上班。虽然修脚工说出去不好听，但是却不用下乡了。只是苏萌知道干了这个工作，想嫁高干子弟是不行了，人家不可能娶一个修脚工当媳妇。春明，你离婚，咱们和好吧？你是不是有毛病？我就是来修个脚，你叫我离婚？你别这么激动嘛，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要不然你也不会跑过来专门找我修脚。大姐，你别误会，真的是巧合，我就是想修个脚，没想到会在这碰到你。你吧，就喜欢玩欲擒故纵。不过我现在想通了，之后咱俩好好干。你在铁路工作，我在浴池工作，咱俩都有编制，肯定能把日子过好。这苏萌贼心不死啊！我现在没工作了。我不信，你肯定是骗我的。你前一阵刚升的小组长。骗你干嘛？实话跟你说吧，我前2天因为跟乘客打架被开除了。哼，你看你，让你那时候不把工作让给我，那么好的机会，你不真心，浪费了吧？是啊，我现在也后悔，可天底下又没有后悔药卖。苏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好的女人。我现在没工作，你还愿意跟我和好，我现在就回去离婚，跟你过。以前是我做错了，以后我都听你的，只要你好好干，咱俩一定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什么意思？让我白养你？你做梦呢？哎，刚才你不是要我离婚，跟我和好吗？谁要跟你和好？就你现在连个工作都没有，跟街溜子有什么区别？但我有上进心啊。上进心有个屁用，能顶饭吃啊。对不起啊，刚才逗你玩呢。我其实没被开除，我打的那个乘客其实是迪特，不但没开除，还因为立功表现升任了副队长。哎呀，有没有工作无所谓，就算你没有，大不了辛苦点，也能养活咱这个小家。我刚才就是跟你开玩笑的。是吗？我也跟你开玩笑的，我其实没工作。哎呀，你别再会跟我开玩笑了，你这人就是爱闹。谁跟你闹笑呢？我刚工作几个月，可能升副队长吗？真没工作，我现在就是一待业青年。你到底哪句话真，哪句话假？那你希望我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最终陆春明也没有再给苏萌开口的机会，转身离开了。当他打开柜子准备穿衣服时，却发现口袋里的手枪不见了。孙叔，我枪丢了，刚刚有没有人离开？你带这玩意来澡堂干啥？你今天泡澡的时间不长，这一直都是在上人，还没人离开。那还好，只要人没离开，说明手枪还在澡堂子里。孙叔，从现在开始咱们这澡堂子只进不出，我马上去排查。那我现在把门关上，然后让人帮你一块找。我是京站铁路铁警，咱们浴池有位客人东西丢了，现在需要对这些柜子一次排查，请上锁的人把锁打开。凭什么排查？我们又没拿你的东西。就是你丢东西也得有证据吧？哪能随便查我们东西？明确的告诉大家，丢失的是一把手枪，这要是流落出去是很危险的，还请大家配合一下。一听是手枪，大家才知道不是小事，一个个的主动打开柜子。看到大家这么主动，陆春明就知道检查不出什么，翻遍了所有柜子都没有找到手枪。此时只剩最后一个上锁的柜子。这个62号柜子是谁的？打开一下，如果没有人承认，那我们就用备用钥匙开了。我的柜子怎么了？就算你是铁警又怎样？你的管辖范围是铁路，又不是负责这片的治安警察，你没权利排查我的柜子。这位同志，咱这澡堂子丢了东西，还请你打开一下。说了不开，耳朵聋了。今天你们谁敢开我的柜子，我砸了你的澡堂子。陆三，看来只能报警了。陆春明也没办法，毕竟没有证据是这个人偷的，他也没有权利强制去搜，只能让老孙报警解决。当郭秃子看见报警了，换了衣服就向外走去。怎么着？不让走啊？你刚才说我没权利搜你，那咱们就等警察来。我要是不等呢？那你走不了。你这孙子挺牛逼啊，隔着冲大子呢，麻溜的给我闪开，要不然，疼，撒开，撒开，不许打架，都给我分开。陆春明回头一看，原来是老孙叫的警察到。这不是上次在火车上被扒过裤子的禽兽生吗？谁报的警？同志，是我报的警，我是大众浴池的主任，我姓孙。孙主任很快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公安讲得清清楚楚，包括所有人都搜查完，只剩下郭秃子不让搜查的事情。是谁的枪？同志，是我的枪。你从哪搞来的枪？原来你是铁路警察，那咱算是一家。放心吧，同志，枪肯定给你找到。郭秃子，是你偷的吗？我没偷。偷没偷，得搜了才知道。刚才孙主任也讲了，都搜过了，唯独没搜你。你现在给我站好了，配
配合搜查。正准备搜查时，却突然被禽兽生拦住了，将他拉到一边说起了话。陆春明认出了禽兽生，对方同样也认出了他。你是负责这家浴池的主任吗？是的，公安同志。澡堂子都仔细找过了吗？仔细找了，就刚才他那个柜子没有找，现在他穿上衣服出来了，很有可能在他身上。你说在就在啊，那要我们公安干什么？是你丢枪，什么时候丢的？刚报的警，你说什么时候？前年丢的。我问你什么，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回答。这不是在你们火车上？对不起，同志，就是刚刚丢的。还丢了什么吗？其他的没丢，钱和票都在，就丢了一把枪。那就奇怪了，既然是小偷，哪有只偷把枪不偷钱财的道理？我看是你记性不好，放家里忘带了吧？不可能，锁进柜子里的时候，我特意摸了一下，当时手枪的确在柜子里，不会错。是啊，同志，既然陆春明确认手枪放在柜子里，我觉得还是现场搜查一下比较好。你在叫我做事啊？没有直接证据，我凭什么搜查？行了，那个郭秃子，你可以走了。谢谢公安同志，谢谢。慢着。公安都让我走了，你凭什么铐我？你是故意的吧？我就是故意的，你能怎么着？我不能拿你怎么着，但现在我要把这人带走。今天只要我在这，你就别想带走他。那要是这样，我要向六扇门举报你。行啊，你去啊！你以为我会怕你吗？你忘了我爸是李刚吗？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咱们谁走谁是孙子。陆春明来到柜台打了一个电话，而禽兽生就一脸戏谑地看着他表演。同志，要不你先把手铐给解开，至于你丢的枪，我回头想办法给你找回来，现在耗着也没用。那不成，今天不解决，过了一夜更没处找去。可你给六扇门打电话也没用啊，你这样纯属自讨没趣。蔡同志，我今天不是冲你，今天这事你别管，省得惹一身骚。老蔡，你不用劝他，这小子狂的没边，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界，真以为全京城都是他说了算。今天我偏不随他的意。很快就有2辆吉普车来到了浴池门口。怎么来这么多人？整的排场有点大。少见多怪，我劝你等会少说2句，因为你说多了也没用。怎么，你怕了？笑话，我会怕你？我的意思是别惹我不高兴，不然你这枪是找不回来了，看你回去怎么交差。不劳你大驾，我自己的枪自己找。怎么搞的？洗个澡还把枪搞丢了？要是因为那把枪出了什么事儿，引起社会混乱，你就等着挨处分吧。禽兽生虽然不认识来的这些人，但见到一下来就训斥陆春明，这肯定是自己人。这位同志，你说的太对了，连把枪都看不好，简直是儿戏。为了社会的安定，我提议把他押回去，好好批评一下。还敢打电话举报，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不起啊，同志，这么晚给你添麻烦了，我现在就把人带走，回去一定好好批评，严加教育。那好，也辛苦你们了，先把人带走吧，回头等我安排。还不赶紧上车？陆春明此时一声也不敢吭，低着头乖乖往车的方向走去。刚刚还挺横的家伙，怎么这么听话了？难道是被我吓到了？把那个戴手铐的也给我带走。哎，这个人不用带，把姓陆的带走就行。不行啊，我们单位的同志丢了枪，这个人有重大嫌疑，必须带回去审问。你们单位？你们是哪个单位？京站城警队。什么？你们不是公安局的？姓陆的，合着你刚才摇人呐？我又不傻，明知道你是六扇门的，我还往那打电话。同志，你们对这里没有执法权，就算要带人，可以把姓陆的这位同志带走，这个人必须留下。这是我们的人丢了枪，由我们带回去审问也很正常。你要是有意见，可以找我们铁路局。我认识唐局长，你们这样执法，我要举报你们。然而却没人理会他，将人押上车后，2辆车扬长而去。结果没出意外的在郭秃子身上搜出了那把手枪。王处长，今天要不是你来，指不定闹出什么乱子呢。你还知道怕？雷队长送你手枪，是给你留个纪念放在家里，你拿着它到处乱晃啥？谢了王处长，大恩不言谢，回头请你吃饭。行了，你回家吧，我们还要把人带回去审一审。究竟是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敢偷城警的枪？几天后，陆春明跟车执勤，因为提前给大哥发了电报，嫂子严宝月早早就来到车站等候。春明，你怎么又带这么多东西来？可不敢这样带，这里不缺吃的，不好总这样接近我们。嫂子，你说这话就见外了，这怎么能叫接近呢？咱是一家人，这叫互帮互助。我大哥怎么没来？你大哥这段时间忙坏了，我就抱着青儿来的，他在家就缠着要见你。青儿想小叔叔没？想小叔叔。青儿真乖。青儿是真喜欢跟你玩，上次你半夜走了以后，哭闹了一整天。嫂子，不瞒你说，在我们那胡同，我就是孩子王，甭管多大的小孩都喜欢跟我玩。本来我和你哥今年计划回去看看的，可你大哥去了公社工作后，实在太忙，他还要过年主动值班呢，可能就回不去了。你跟爸妈解释一下。
嫂子，你不用解释，我大哥那人我了解，他呀就是觉得现在不是京城户口了，回去给家里添麻烦。可一家人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回去你好好说说他，争取明年回去过年。因为这一站是临时站，停留不了很长时间，严宝月便准备接过女儿，带着女儿离开。青儿，快跟叔叔说再见，我们该走了。不要，青儿要坐大火车。听话啊，叔叔要工作了，等我们下次再坐火车。快跟妈妈回家。不走，你不是想找爸爸吗？走，妈妈带你去找爸爸。不找爸爸，找叔叔。严宝月无奈地准备强行抱走女儿，这时青儿却躲进了陆春明怀里。嫂子，要不让青儿跟我回京城过年吧，正好也带她坐火车。这怎么行？不行不行！怎么了，嫂子？你还怕我抱走不还给你了？不是这个意思，青儿还小，哪能坐这么长时间火车？再说也打扰你工作。这没关系，等晚上睡觉，我给她安排卧铺，而且火车上吃的喝的什么都有，车上有女职工，都挺好的，也能帮着照看一下。可是我也没跟你哥说啊。你家不是你当家吗？跟你说不就行了？你哥可不听我的，他现在去公社工作了，生产队的人都说他将来要当官的，我要敢支摆他一件事，我爸都得骂我。哈哈，嫂子，那你也得管着点我哥。青儿，你愿意跟叔叔一起去看爷爷奶奶吗？青儿的小脑袋点得跟小鸡啄米似的。嫂子，你就放心好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还能哄不了他一个小孩。话说到这个份上，严宝月只好不舍得把女儿交给陆春明，一步三回头的看着跟陆春明上车的青儿。陆春明承认之前想的太简单了，没想到带一个孩子会这么操心，一会没见到就担心的不行，满车厢乱找，时不时要问问渴了吗？饿了吗？上不上厕所？他一个大老爷们，心又没那么细，一路上要不是有女同志帮着照看，他是真要忙得团团转。终于火车回到了京站，陆春明跟同事打过招呼，便回到了大杂院。陆三，你抱的是谁啊？胡子，这是你陆丰伯伯家的小孩，叫陆青，以后要是有孩子欺负他，你就给我使劲揍他们，听见吗？胡子点了点头，伸手就要扯青儿下来玩，可青儿仍然紧紧地抱着陆春明。等会让青儿跟你玩，我们先回家。也渴了，知道你回来了，先回屋等着吧，面条马上下好。妈，你倒是回头看看我，几天没见了，你就没想我？下面条呢，我得赶紧嚼嚼，不然粘一块了。叔叔，我饿了。饿了，叔叔也饿了，等会叔叔带你下馆子，咱去吃好吃的。春明，你这是从哪抱来的孩子？路上捡的。你又犯浑呢，孩子也乱捡，赶紧给人送过去，孩子家长该着急了。骗你的老妈，你仔细看看这是谁？你想急死我啊？到底谁家孩子？你告诉奶奶，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陆青。青儿，他还跟你大哥家的孩子重名呢。妈，你那照片白看了，这就是我大哥的孩子，您亲孙女都认不出来。你大哥大嫂呢？大哥大嫂没来，我把青儿给抱回来过年，嫂子同意了。哎呀，真是青儿啊，快让奶奶抱抱。春明，他怎么一直跟着你不让我抱啊？想抱啊？当然了。那你给拿点钱，不能白抱啊。第一次见你孙女，总得给点见面钱吧？给，我兜里就2块了。真是的，抱我孙女还得花钱。青儿，咱就让奶奶抱一会啊，等会叔叔带你买汽水喝。青儿终于点头，陈香兰也得以把孙女抱过去，一时间稀罕的不行。快让奶奶看看！哎呀，太好了，今年在奶奶家过年啊，看你瘦的太缺营养了，你想吃什么跟奶奶说，奶奶给你做。陈香兰刚稀罕没一会，就又被陆春明给抱走了。你再让我抱一会儿。2块钱只能抱1分钟，快看你锅里的面条吧，都预锅了。青儿，咱们去找爷爷，让爷爷也给咱们见面钱。春明，这谁家孩子？我怎么看着这么像青儿啊？那您比我妈眼神好使，这就是您孙女青儿，我带她回来过年。哎呦，这可真好。爸，你可别光顾着乐，我妈都给见面钱了，你总不能不表示一下吧？我抱我孙女还得给钱吗？那肯定得给，好歹当爷爷的呢。我妈给了10块，要不你给5块？当奶奶的都给这么多，我这个当爷爷的也不能差事。陆国庆钱掏得痛快，却没想到刚掏完钱，陆春明便把青儿抱走了。走，青儿，看你姑姑下班没？咱接着挣钱去，等会带你去全聚德吃烤鸭。有句老话叫亲姑妈、假舅妈，半真半假是姨妈。当陆瑶见到大哥家的女儿时，只把青儿亲得满脸口水。陆春明知道今天的烤鸭有戏了。姐，你别光顾着稀罕啊，青儿刚才就闹着肚子饿呢。是吗，青儿？那咱看奶奶下好面条没？走，小姑带你去。哎，姐，那个，我刚才问青儿了，她点名说要吃烤鸭。切，她知道什么是烤鸭吗？我看是你想吃吧。我跟着蹭几口就行。再说，真不是我想吃，你看你亲侄女来了，你这个当姑姑的不得表示一下？陆瑶有些犹豫，毕竟吃个烤鸭不便宜，都顶普通工人小半个月工资了，就这样吃进肚子里，怎么也不如给青儿买几身衣服实惠的多。要不然这样，刚才咱爸咱妈一人给我赞助了1块钱，我出大头，剩下的我添上。今天我请客，你呢？好歹是姑姑，
就给青儿买2身衣服怎么样？那行吧，你等着我把老底拿出来，吃完烤鸭，我再给青儿买衣服。瑶瑶，又吃饭了，你又去哪？妈，春明说带青儿去吃烤鸭，给补补油水。我准备吃完后再带青儿买几身衣服。你弟弟就会吃俏食，那烤鸭死贵的，有什么好吃的？有那点钱割几斤肥猪肉多划算，一样补油水。要不妈，你和爸一起去？我们可不去，那么多人，一个烤鸭又吃不饱，再点其他菜得多花多少钱？那我可喊过你了，是你不去的，我走了。等一盆面条端上桌，陈香兰只拿过来2只碗。不是要炒菜吗？不炒了，今天就吃面条。他们3个去吃烤鸭了。嘿，这群兔崽子怎么不带着咱俩去？咱俩去了，这一盆面条给谁吃？这过的什么日子啊？儿子吃烤鸭，老子吃面条，合着我那5块钱连个鸭屁股也捞不着。你只给他5块钱，我给了他2块，那能够吃烤鸭吗？啥？你只给了2块？这兔崽子又坑我，他说你给了10块。行了，给多少也是花你孙女身上，怎么能叫坑你呢？是你的面条吧？